你所卜之卦为吉凶之象，汉室与神族开战，必败无疑。又是吉凶，10万年了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天的存在吗？即使是各族最善战的勇士，也敌不过天。海脚下囚禁的众神，都是天怒的见证。在不知不休的苦行中，早已堕落，神魔难辨。老师，曾经的旧神之中，难道就没有天的对手吗？有。始祖蚩尤手握冰柱神之刃时，那可谓3界气，诸神惧。但他已……就算始祖战死，10万年来，蚩尤之野从来没放弃过抗争。3次大规模众神之战，并不是仅有的战争。事实上，民族的起义也一直未断。我的先祖，他们未必逊色于我，一定也抱着坚定的信念去结束多年的压迫，但结果都是失败。一代又一代的陨落，民族人在沉寂混乱中轮回，等待数百年或1000年后，新的领袖出现，领导下一代族人再战，然后无数代重复着同样的结果。我也存在这样的忧虑，在继承先祖反抗之志的同时，我们会重蹈他们的命运吗？所以，我一直在寻找散落于3界的反抗力量。期间，我结识了一些特别的朋友。老师，最近我感到自己每天都在增强，这也是大限将至的征兆吧？必须马上行动，我不能再等了。不管是天，还是命运，都不能动摇我的决心。5年了，让我为你再卜一卦。你的本命光芒已踏进极限，身旁已有非常多强劲的同伴，其中一个暗藏了杀气之情，前所未见。此战吉凶难料，有必百道难料，这是我最想得到的答案。老师，珍重。无数代民族人的心愿都系于此战。天，承受民族10万年的怒火吧！
招。不要停下！黑龙，这就是天的力量吗？大元帅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不，就像老师曾为我做的一样，为我而存在，为我而牺牲，我也可以。还有他们，兄弟们仍然存在，反抗天的火种就不会灭。虽然我不是终结战争的人，但我为家人、朋友、民族人浴血奋战，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。起义之期到了，大将们都准备好了。最重要的是摧毁神族的根据地，否则除了这些之外，我们之间没有其他话题了吗？没有。不，这里只有你和我。你可以把面罩摘下。我的脸已石化，不想你看到。没想到你这么介意自己的容貌。一点点吧。我早已变了。没问题啊，这不是和以前一样吗？阿曼，而我，假若时光倒流，我仍然会选择战斗。对不起。身体到达极限了，我已走到黑夜的尽头，却来不及看到黎明的曙光。这件事要在我们两兄弟手中完成。要在我们手中完成。
死了吗？来自灵魂的力量完全消失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最后关头改变了想法，自己则化为石像死亡。在刚才的一瞬间，他的内心涌起一份奇怪的情感，是爱。为此，他把玉石俱焚的灵魂力量转移到别处。地上的孽畜怎会懂得爱？见到这个人以后，我知道民族已经改变了很多。你的意思是？他叫做逆天而行，正带领自己的族人与神族进行战争。我读过了这个男人的内心，他令我同情。我不想让更多的生灵受到伤害。黑龙，我恳求你，为我做最后一件事，结束这场战争。这世上只有你可以做到。我们来自地狱，死亡就是最亲密的战友。我们暂时可以同路，但并不代表我们是朋友。老婆，你怎么？大哥哥，他走了。逆天而行。我要宰了你！还在上啊！为大元帅报仇！我们已经是最后一道火线了，绝不能让民族攻入结金山！我叫大力挥拳，他是民族起义军中普普通通的一员，追随大元帅和大将们，杀到结金山，然后遇到了他。传说中的他强到匪夷所思的地步，但我们万众一心，还有绝顶高强的大将们，怎么会敌不过一个他？这里交给我们。大元帅的遗愿将由我们来完成。顶墙！不可一世的天，给我绞成肉碎吧！被我的命气爆碎灵魂附着，即便是你，也不会在灵魂爆炸中完好无缺。这种程度的攻击，还未能令我感到一点痛楚。竟然！玩够了。
在漫天鲜血和震耳哀嚎中，他的表情依旧平静如水。这就是现实吗？连民族大将也无法在他手下撑上片刻。面对这种力量，即使再结合10倍、100倍的战士，也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你们还好吗？看来关于这家伙的传说都不是胡扯的。生存了10万年的神，简直不能以常理去估量他的力量。从未见过天亲自出手，没想到不消片刻就分出了胜负。这些民族人，绝大部分只是听断古说，并无性命之忧。若不是我让黑龙尽量克制自己的话，这些人恐怕已经全灭。可惜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被刺伤的心脏很快就无法再以神力维持。带领你们闯入神域的人已经化为石头，这是没有意义的战斗。若非看在白龙份上，你们早已死了1000次。你们之中还有谁能做决定？带着这些人滚吧！小看人也要有个限度，民族大将绝无贪生怕死之徒。大元帅一战死，我们也不求独活。身为兄弟，我付出性命也要为他报仇。为兄弟报仇，不合老子胃口。老子眼中只有自己，任何阻碍老子大开杀戒的东西，老子都不会放过。全部给我停步！都住手！神族、民族的战士们，全部给我停步！竟然直接在我脑海里响起。一听到这声音，好像身不由己似的，要按照他说的去做。我是黑龙的妻子，白龙。好奇妙而高强的神力啊！连老子也不自觉地中招了。民族的子民啊，我知道你们为来到这里付出了很多，但再打下去的话，你们将会全军覆没。神族与民族互相憎恨了太多年，这个死结是时候解开了。我能够代表黑龙和神族，令我们两族之间达成大和解。大和解？从前为什么不说？简直是笑话！要化解两族之间的仇恨，老子倒是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：让神族在世上永远彻底全部消失，仇恨才会真正结束。从前不说，只因我不在。现在停战的话，我会让你们全族人环居大地，你们可以挑选肥沃的土地作为领土。我神族绝不骚扰，甚至还能协助你们尽快建立新的家园。不可能，好的令人没法信。这样岂不是前所未有的大让步？动听的像童话故事了。我要怎么做才能赢得你们的信任？够了！同一个笑话说的太多就不好笑了。想蛊惑我军心，神族怎么变得如此低贱？先吃老子一棒再说！白龙是吗？远古旧神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向我出手的话，你将会后悔。你便尝试让老子后悔。出手惊了！
不是说过了吗？那是无用的。仇恨太深，无法凭三言两语化解。用我的方法，不消片刻。那样只会种出更多的仇恨。白龙，你的生命所剩无几，为何还要为这种事情操心？正因如此，我才想把这件事完成。黑龙啊，虽然我们都是神，但神有很多事情是无法参透的。缘分就是其一。我正是为了大和解而回到这个世上的。大和解。这些年来，我已经接纳了杀戮。为了生存，你战斗了10万年；为了救我，你又杀戮了10万年。而10万年后，我醒来的第一刻，等待着我的是仇恨孕育出来的刀剑。就像被震入海角火山的那些旧神，无论曾经是敌人、朋友，都有再次喷发容颜的一天。我可以和命运再战10万年，直到他把你送回我的身边。你就是天，也有你无法改变的事。你想我怎么做？切莫滥杀无辜，令他们知难而退便可。既然是你所期望，我便如你所愿。如今我缩小了多少？子羽叔叔不在这儿，民族大军已经和天交手了，我必须马上赶去结金山支援。阿狗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结金山是神域最凶险的地方，你应该回去和贝尔待在一起。这样的话，我岂不是更应该去？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么多难关，这次我也一定要陪着你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一定会逢凶化吉的。跟我一起前进的话，下一个将要面对的敌人就是天。老婆，你怕吗？你不怕，我也不怕。吴雕，走！武根赶去结金山了，我们做长辈的可不能落后。追日，李靖，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？老夫开罪了神族，事到如今，已再无退路，只有同你们背水一战。姐姐，我会离开神域。这样的话，不如跟我们一起吧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加入你们对抗自己的一族。最后奉劝你们一句：若你们坚持前行，必然会遇到天。你们要记着，若发觉没有希望时，逃走绝不是一件羞耻的事。希望你们能活着离开。世上竟有这样的家伙，连老子也束手无策起来。
你看来是这一伙人之中最强。跪下吧，失败者！让你的族人明白，向强者屈从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向你下跪吗？没问题。老子一向只为自己，只要可以继续生存，做什么也没问题。事到如今，只有白痴才会继续打。我族的战士们，接受现实吧，跟老子一起做。伟大的天，请接受吧。老子一生坏事做尽，但还有一件事是不敢做的：忘记我族10万年的仇恨，向神屈服。老子就是死也不敢做。自取灭亡，自取灭亡。我的兄弟，相比死亡，我更害怕的是族人失去对抗黑暗的勇气。这也是我们民族得以延续的根基。也许我们会死，但我族的精神永存。有趣，老子终于明白逆天而行的想法。破击！极恶修雅！穷凶极恶的登上了破击之境。他和逆天而行一样，能够将力量推至另一个层次，但还未能与黑龙相比。给老子增强啊！他让黑龙受伤了。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吧？轻视老子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极恶凶牙，伸展！不朽的众神之主也有失手的时候呢。极恶凶牙，绞裂杀！这以奇妙的方式燃烧灵魂，换来突破极限的强劲力量。可惜，这样的话，后果只会更糟。黑龙一直沉睡的斗心已被他唤醒。老子用尽全力的极恶凶牙，你不能将它碾碎。不得不赞赏，令我回想起了10万年前的血战。还没结束，极恶凶牙破！强！穷凶极恶！终究敌不过他。老子的一生杀的人有够多，他们死之前是什么感觉？应该和老子的感觉差不多吧？真的，
不生。穷凶极恶，死在我的手里是奴上的荣耀。大剑师，想不到他作恶一生，最后却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。你们是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一起上？为自己赢取的尊严，是卑躬屈膝的人永远也得不到的。没想到，老子在临死前还欠你个人情。我们早该在出发前就多沟通沟通。没兴趣。没关系，我一生杀人无数，从未求人。现在拜托你替我办一件事，用你的剑加上我打到天。放手吧，我只会以自己的方法作战。别这么冷漠呀，大剑师，这是我做的转生术，老子要送给你的礼物，将来你会多谢我的。去干吧，把老子拜托你的事办好。他和逆天而行一样，临终之际，把生命交给了继承者，延续自己的精神。灵魂就是一切，转移自身的灵魂力量，等于放弃生命。老大，你是最强的！这就是民族燃烧灵魂的力量吗？问题是，人类能完全发挥这陌生的力量吗？人类难道不知你们的一切都是我给予的？几年前我问过人类的一个王，他无法回答，然后被我杀了。你所杀掉的王是我的哥哥。你心怀恨意。你知道人类成长、传授智慧、制定法律，毫无疑问，你是人类的先祖。不过，孩子长大，总归要走自己的路。我以人类的身份来这里跟你说，给我们自由吧。自由是需要实力的，想脱离神族吗？那么，也要证明人类拥有这个资格。民族的灵魂力量果然有其妙处，轻轻一跃便已身在云端。剑气流信，炼气术，人类学到的新技巧倒也不差，但还不够。天，你需要的证明，现在便给你。阿狗，那是什么？炼气术之我，那是子羽叔叔，他正在跟天战斗。子羽叔叔竟然独自挑战天，为什么不等我？骨雕，再快些！好厉害！不错的炼气术，但还不足以攻破黑龙的无色墙。和我估计的一样，天只要记起无色墙，就能阻挡绝大部分攻击，压倒性的强大，也毫无破绽可言。不过，诸天之是为此而生的，剑气，真言破天。天的无色墙也阻挡不了他的剑气。天正处在混乱中，保护身体的神力减弱了，就是现在，天恕我无礼了。
天，人类大剑士果然名不虚传。我原以为黑龙能以压倒性的力量强行达成大和解，但现在看来，我想得太容易了。事情已不在我的控制之内。人类，不错的意见。还有更好的吗？这段可怕的神力，烈气之火被压制的近乎熄灭了，连我的行动也被压制了。诸天，防御！我一直以为猴子的本领始终跳不出某个框架，你令我意外了。六月，我们怎么办？神眼，神眼长老，刺客闯入天之墓是我们的疏忽失责，愿意接受任何惩罚。长老，请听我解释。什么也不必说。看来血毛中的魔将已经苏醒了。魔将？难道血魔的传说是真的？冰主神蚩尤的99魔将，居然被天熔铸成了攻伐民族的利器，真是讽刺啊！外面这些人竟能令天动用血毛，的确是个意外的收获。本以为他们只能稍微给天消遣一会儿，这样更好。看来连命运也是站在本座的一方啊！长老，我和刘月立即去支援。不必，本座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，随本座进去。但是，天之墓的自我防御力量已经消失了。人类报上名来，人间的一名流浪者，子羽。好，子羽，你将是第一个被我当作对手的人类。来吧，终于。哥，羽剑的话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，嚣张！我还未使出真本领。来吧。哥，你要再努力一点练剑。练剑可以增强自己。爹说练剑无用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们只不过是凡人，凡人练剑练得再好也没用，反正我们无论如何也赢不了神呢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挑战神呢？因为他们很强大，神可以运用神力呼风唤雨。他们之中还有更高级的，叫做大神，可以打倒几千个士兵呢。好厉害啊！那么，还有比大神更高级的吗？子羽，都叫你平时留心听课，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。快说吧，我想知道。他被叫做天，他的力量就像那片天一样，高不可攀。那天有多高呢？我也想知道，
天究竟有多高？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高！哥，现在答案就在我眼前。但是硬皮一击就已将我虎口震裂。子羽，我看着人类由猴子变成现在的样子，你们若有什么值得我重新审视的，就用双手证明给我看吧！竭尽所能吧，人类，不要令我失望！天之力，万象技，雷击！可怕的落雷！据说天龙同时驾驭多种神力，而且每一种都是最顶尖的威力。虽凭诸天挡下，但也真知内伤。一面倒的被压制，连反击的机会也没有。即使结合了穷凶极恶的力量，也不行吗？黑龙以全力作战，可以看出他对这个人类罕见的尊重。冲！活路是极微小的一道狭缝。子羽，挣扎到此为止了吗？我要迎上去！血马大开大合，要尽快摆脱被动，趁势反击。诸天，不要屈服，变得更坚硬、更锐利。燃起烈火，以剑锋割开天的神力。我的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，以这一剑将高不可攀的天斩下。竟斩下了天的龙头，能伤天至此的，也就只有几位旧神。希望他再多消耗些天的力量吧。
疮了，砍掉了天身上的龙。这等于剥掉了猛兽的利齿，令天的威力大减。大剑士粉碎了众神之主的威严，再告诉所有人，天并非不可战胜。天初次显示出破绽，这是决胜负的时刻。神力的顶点！我的眼睛！这个叫子羽的人类好了不起，能逼迫黑龙祭出白墙。在那团白光中，任何生命都将被摧毁扼杀。快撤，避开白光！黑龙。身体支离破碎，感受不到疼痛。我还活着吗？骨骼、经脉寸断，近乎瘫痪，身体受到神秘力量的保护，才没有立即消亡。这是我的最后一剑。子羽叔叔，之前片刻，我仍能感到子羽叔叔与天激战的力量。现在消失了。我承认，人类已经进化了，不再是猴子。这是你的功劳，但在我面前，并无不屈之人。子羽，让我送一程吧。好厉害的无色阶神力，竟能压制黑龙的行动，这到底是？竟敢在我面前施展神力，是谁？天，给我放开他！不许你动他！天，子羽叔叔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不许你动他！这个人类与我同时激起无色阶神力。
两股力量互相中和消失。无坚不摧的炼气拳！一下子就……这家伙普普通通的一击，几乎杀死我。子羽消失，看到了吗？刚才的一瞬之间，是有默契的行动。这个少年扑到黑龙面前，这个少年趁机用遁空术救走子羽，连黑龙也被骗了。让我看看，伤得好重，但还有生机。你们不是冥族人，我需要时间。孔雀，你专心救治，这里有风流潇洒云中子顶着。跟子羽是一伙的吗？很好，来吧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是站在公义的一方，义不容辞，大不了。五更。云中子，你先去歇歇，这个什么天就由我来打发好了。你是？你听好了，本大爷叫五更，就是传说中将会终结神权的命运之子，亦是今日起义的最终武器。什么？命运之子？最终武器？天，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？哼，错了，你常年活在这个什么结晶山上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。全世界的人都对你不满，你的存在对世界就是祸害。你消失了之后，新的世界才会有希望。人类竟敢在我面前指指点点，我若消失，今后谁来指导众生的方向？有我。天，你是时候退下了，由我五更大爷来替代你，否则人类与神的斗争将会永不停止。人类已经觉醒，不会再受你摆布，只有我才是解决之道。胡言乱语！这个人类是不是疯了？我爹是人类之王，我娘是神族成员，我可以引领神族与人类和平共存，明白吗？阿狗竟然一直有这么伟大的志向。这小鬼是认真的吗？还是随口说说？狂妄的小子，有趣！我常去结晶山，真的不知道有你这样的人类存在。来吧，继续娱乐我吧！小心！那是……多谢李大人。哼，小意思而已。阿狗竟敢对天大放厥词，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啊！但是要与天作战，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恐惧。不过这仍然是不对等的战斗。天，这里束手束脚的，我们换个地方再战。好快！传说中的天，我来了！我在很小的时候已见过他的样子，我看着他杀死我父亲，摧毁了商国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事实上，我当时害怕的要死，没有一丝复仇的念头，只想逃避他。不过，如今的我已改变。若换作是从前，我一定会以为自己疯了，因为我要向天挑战。天毫无疑问比我更强，我必须出奇制胜。天，你常年隐居，必定未曾见过外面世界的新奇玩意儿。本大爷现在让你开开眼界。那是什么？10万年前没有这种东西的。毒物，可惜对我毫无作用。毒物只为蒙蔽你的眼睛而已。看招！阿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看不看就能打中我？
人类，你的玩意儿并不特别，还有更有趣的吗？经过大剑士的战斗，黑龙作为战士的本能已经完全苏醒，偷袭是不可能的。这小子，应知天的一击，必死无疑。本大爷顶得住。今日让我意外的人不止一个。再来！大哥，狗哥，咋了？没事，大爷顶得住。幸亏碎龙之甲抵消了部分冲击，否则这一掌必能将我重伤。是没有活力吗？压迫感超乎想象，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。子玉叔叔也面对过这种困境吧？人类，你若只有这点本事，现在便给我去死吧！阿狗，好大胆的人类，竟敢徒手抓住血毛，恐怕2条手臂都将废掉。抓住你了，天！我的拳套凝聚了旧神共工数万年的怒火和神力，拥有足以移山填海的力量。共工，我一直在等待机会，由他抓住你最具杀伤力的武器。然后当然是等我的援兵啊！李靖，天虎下凡，至高无上的天哪，请恕老夫无礼。泰山压顶！李靖全力出击的拳气，速度和力量都远非之前可比。他跟我交手的时候，竟然还有所保留，好狡猾的老家伙！天被这样的重拳打中，不可能安然无恙吧？哇哦，爹爹真厉害！李靖，干得好！哼，小子，你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。李靖，可恨老夫看不到儿子长大成人了。李靖，李靖！爹爹，爹爹！你太天真了，想反抗我是不可能的。现在无人可以救。天正处于压倒性优势之中，我要去帮忙。别过去！你不要命了吗？随风起舞姐姐，他们的神力正在激烈冲突，你接近的话会马上受重伤，帮不上忙的。可是阿狗他……大元帅对他有与众不同的期望，我认为他可以凭自己摆脱这个困境。要死了吗？不行了！我不想死。目前为止，天的力量还没有减退，不愧是一众旧神中最善战的一个。长老，你吩咐的事已经办妥了。很好，
本座会记你们一功。哼！天哪，天！马上你就会收到本座的礼物。怎么回事？五更是神族和人类的下一代，但他的神力比现在的神族更强，甚至天也被逼退了。这股神力比刚才增强了数倍。在非常接近死亡的时刻，这个少年内心涌起一股坚决的意志，这股意志所催生的力量，曾多次助他死里逃生。这正是他本能的迸发，使无色界神力以一生最强的威力倾泻而出。神力竟强到这种程度，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。人类命运中的人，就是他吗？天，大商国已灭亡，但我的预言仍显示相同的结果：神权终会被人类推翻，那个命运中的人仍然活着。不是伤亡吗？说的也是，我也认为太容易了。我会为你再努力尝试，务必找到那个人。不必，新月葵。我到中土灭商，只为好奇，并非出于恐惧。我已有数万年未曾遇到有挑战的对手。若到时命运中的人出现，我将乐于亲手粉碎他。很好，我打败了所能打败的一切，唯独剩下一样，命运。我期待着。血矛！这柄长矛散发着非同寻常的力量。命运，就算也来到我的面前，我亦可将你粉碎。刚才的人影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连碎龙之甲也变得冰冷，像是在害怕。只能鼓起神力抵挡。这柄长矛的威力太强了，挡不住啊！二狗，狗哥，起来吧，人类！你就这点能耐吗？终于也完了吗？你令我失望。还以为是足以与我一战的人，所谓命运也不过如此。现在便给我去死吧！白菜，这个少女，她逃不掉的。民族大将死亡眼神来做你的对手。你还不够资格。我们也上！余魂未起，应我之求。镇魂针。
千疮百孔。他就是传说中的天，厉害的奇怪。阿狗，爹爹！别乱动，我的针是治病还是治敌，可要看自助的穴道。阿狗，阿狗，你怎么样啊？不要死！孔雀姐姐马上……大元帅，大元帅！大元帅不是让你们留守后方吗？随风起舞，大元帅呢？我无法感到他的灵魂，你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快告诉我！他死了。什么？还要我再说一次吗？他的灵魂不再燃烧，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以最后的意志，把命气交到我手上，之后便消失了。大元帅，我们民族近代最厉害的战士，不会的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把我们留在后方？我宁愿跟他一起战死。大元帅的心意，我只能猜测。我认为，不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他都想你们活着。这些已不重要，他已不在。要死的话，我们便一起战死在这里吧。你们就这点能耐吗？再来！阿狗，白菜，我没事。这里十分危险，我们不宜久留。云中子，快过来！哦，孔雀，我的子羽叔叔怎么样了？伤势已治愈了，不过要等一会儿才能醒吧。我们扶起他，然后赶快走。走。狗狗，还有爹爹。云中子，你帮忙扶李靖。我们要逃走。喂，发什么呆啊？现在不走，慢了就逃不掉了。没看见吗？天劫之是怪物，根本打不赢的。再打下去就是白白浪费生命。暂时撤退，离开神域，再做打算吧。纵横天下，快安排民族兄弟撤退好吗？撤退？抱歉，我是不会逃走的。为什么？现在形势不妙啊！武庚，你是一个投机者。虽然反对神族奴役，但并没有舍身作战的准备。你想我们起义成功就可以得到好处，但一见局势不对，马上便逃命。我们和你不同，所有战士来到这里，都是打算拼死推翻神权的，并没有为自己留后路。你说什么？狗哥怎么没舍身作战？要不是他打败白莲，还有那个应龙。哪吒，照顾好你爹爹。投机有什么不对？机会来到，大家一起争取，是理所当然。但现在是没有机会，再战下去，你们就会死。武庚，你不清楚民族的传统吗？远征神域的每一个民族人，早已决定抛弃个人性命。我并不是责怪你，只是我们根本不是同路人。你想走就走吧，但我会留下，与兄弟同死。生存与否绝对重要，连命都没了，还谈什么大义？兄弟们，拿起武器，一起支援大将们吧！几个大将犯蠢也就算了，你们也想去送死啊？回家和亲人团聚不好吗？哼，我大力挥拳参军时就已和家人诀别，若不成功，是不会活着回去的。只有拼死推翻神权，家人才有好日子过。宁死也不做逃兵！
天风。顽固！你们应该留着性命回去计划下一次起义，而不是白白牺牲。哼，真可笑！看来我们真的是不同道。我倒没兴趣和你们一起死。老婆，别理他们了，我们走。怎么办？阿狗说的话有他的道理，但民族人不屈的特质不会轻易改变。这样下去的话，大家都会。灵魂爆裂杀！他们不会妥协退避，只会战斗至最后一口气。我不想看见这种结局。我们也改变不了什么的，留住性命最为要紧。趁大将们正在纠缠着天，我们快走吧。云中子，来了。吴刚，等一下。怎么，想阻止我吗？不，你有决定去留的自由。我只想你收下这个。阿武，请你把这个交给我曾经提及的那个人。这是大元帅的命器，永恒之印，是他临死之前嘱托我交给你的。逆天而行，大哥哥，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器给我？我不懂怎么使用长刀，根本不可能拿着它作战。不知道，大元帅交给我的事情已经办完，我要去跟我的兄弟们并肩作战了。你们想走的话就赶快吧，迟了恐怕难以脱身。保重了。随风起舞姐姐。大元帅，我是那么的喜欢你，还未来得及表白你就已经，我要为你报仇！狼爪！再算上我这一份。白菜，我不明白他们明知不可能战胜，为什么还要坚持战斗呢？大哥哥对我说过，民族人有自己的一套习俗和想法，他们不怕失去生命，但怕失去尊严，令尊贵的灵魂蒙污。尊严吗？王子，保重了，王子。王子，立刻给我滚！民众本来就活该，刚才差点被他们绑去送给周兵。你对他们好，哼，
他们可不会信你。这样的垃圾寄生虫，吃苦才是天经地义的。吴庚，不可以这样说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父亲今日为何而战。尊严，就是为了尊严，明知不可为也要战。这帮人和父王是一样的，可是只有保住性命，日后才有机会夺回尊严。怎么了？道上有些古怪的东西蔓延到我身上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没法松手，这柄刀生出一股力量束缚住了我。搞什么鬼？难道这是陷阱？可恶的家伙，竟然想害我！我。阿公！阿公，醒醒啊！阿公！我感觉到阿公他失去了灵魂。什么？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，完全与死人无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吴庚是因为这柄刀出事的，难道是你？不，大哥哥绝对不会害他的，我不相信。这柄刀一定有什么秘密。逆天而行的命器是世间罕见的利器，让我看看。世间罕见的利器，居然碎了！竟然发生这种事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阿公，醒醒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吹拂的热风中夹杂着恶臭，耳边是刺耳聒噪的飞虫声，跟白菜描述的一模一样。这片地方，应该就是民族栖身的绝地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一位旧神。这声音，逆天而行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那个旧神是谁？他叫刑天。9万年前，他与我老师永恒之夜共同参与了第2次众神之战。他曾被龙族斩下头颅，却没有死去，以无头之身再次开始战斗。刑天的族人被他的英勇与执着所触动，从此便以刑天命名本族。但战败之后，参与反抗的各族被打得七零八落，刑天的族人自此下落不明。而刑天作为一族领袖，则要遭受漫长而残酷的惩罚。龙族对他施加禁制，强迫他履行守护归墟大门的职责，永远不得离开。别过去，大门不允许生者靠近，他可能会承受不住禁制的力量而攻击你。生者。对了，
我还活着的话，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是我死前把灵魂力量注入到命器之中。当你拿起命器时，我短暂的拘束你的灵魂，将你带到了这里。所以你真的已经……我确实已经死了。离开前，我想再见一见你。民族的兄弟们更值得你去见。我已经打算带白菜和子羽叔叔离开神域了。地上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民族大将被天打得落花流水，恐怕撑不了多久。吴庚，请你帮助我，带领我的族人对抗天。现在只有你可以办到。你让我当你们的大元帅，带领一场无法胜利的战争，这似乎太难。我知道，但你愿意博取一个机会吗？一个民族经历无数次反抗与覆灭的轮回，等待了10万年的机会。无数次反抗与覆灭，这到底……我们每隔数百年就会与神族交战，往往以壮志激昂为开始，却最终以覆灭为结局。大家坚持住！果然，这是一场机会极低的赌局。但是这回，人类首次在我们的起义军中出现，尤其令我觉得有别于以往的，就是你。你身上的某种特质吸引着我，也许你比我更适合带领民族完成我们的梦想。究竟我的什么特质让你选中了我？你懂得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。若你合理的发挥利己的特质，会是个很不错的人。只要能发扬心中的善端，便可将其转化为利人的行动，惠及众生。吴庚，假如你错过今日的机会，日后要独自面对天，恐怕难上加难。世界之大，是否有你家人、朋友们的容身之所？是否值得争取？你自己来决定。我已经争取过，战斗过，想象不出下次会有什么不同。天，无疑非常强劲，但不至于无法被打倒。你有办法？至少，值得一试。民族最强的大将们，在他面前却如同稚子。乱舞狂刀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哼，我可没那么容易死，没了我，谁来救你们？还有我，看我的灵魂剑！我羡慕他们可以不畏生死，为自己执着的东西付出一切，为捍卫尊严，与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对手战斗，是怎样的感觉？若我怀着必死的决心与天战斗，又会有什么不同？这是……当时白菜靠他回到了原来的世界，现在他也能送你回去。你能把白菜救回来，为何不能救回你自己？白菜能回来，还应由你们的全力施救，而我的身体已完全石化，没有复生的可能。
逆天而行，再见了。我是个自私利己的人吗？我的生存法则又是什么？一路走来，你拯救了多少人？或许连你自己也没有察觉。你将来一定会明白，你爹今日为何而战。我先是不理解为百姓抗争的父王，如今又抛弃了拼死作战的民族兄弟，而事实上，我只是自卑而已。一切靠你了。这小子真醒不过来了。阿哥，乌龟这是怎么了？就让我试试看吧。吓我一跳。阿哥，你没事就好。我在另一个世界见到了逆天而行。大哥哥，他安心上路了。现在，我去办点事。接我一拳！是人类战友。他没有逃命吗？那是灵魂力量，狗狗之怒！这股灵魂力量的感觉是大元帅的，难道他的力量比之前提升了？人类，你比我想象的更有趣。灵魂的力量在体内流淌，竟然毫无违和之感。我们蚩尤族战士的灵魂力量能够相互转移。我的老师永恒之夜把他的灵魂力量送给我，而我现在正打算送给你。燃烧灵魂的奥秘，在你执刀时已传到你身上。你虽未领悟入魂之道，但你的基本能力能得到大幅强化。父王，你也认为我干得不错吧？天，你一直期待有更强大的对手来击败你吧？便如你所愿，逆天而行，把灵魂力量转移到了我的身上，我会替他继续作战。大元帅，转移给了这小子，奇妙。随风起舞，是否每个民族人的灵魂力量都可以自由转移？可以，但是小心，别再让我失望。民族战士们听着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把灵魂交给我吧，我们的灵魂聚集到一起，就能与天一较高下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把灵魂交给我吧。阿哥，单凭个人力量，我们谁也斗不过天，但我们有的是团结。既然你们已经决心赴死，那就将灵魂都交给我，我来与天一较高下。交给你？逆天而行已经将灵魂力量给了我，相信我就等于相信他，明白吗？原来如此，蝼蚁似乎还有所保留。来吧，再犹豫下去，就永远摆脱不了被支配的命运。你们甘心这样吗？站起来吧，民族战士们，站起来！民族需要你们每一个人的力量。神族可以打倒我们的肉体，但却摧毁不了我们的灵魂。眼下我们已是绝境，不如就放手一搏。我相信大元帅的选择。各位兄弟，把愤怒的灵魂聚集到一起，向欺压我们的神权发出怒吼吧！没错，再强的对手也不能摧毁我们的灵魂。
不怕你！民族士气完全改变了，他们的眼神不再存有恐惧。黑龙之前并没有下杀手，大部分民族战士只是受伤倒地，还留有不少余力。虽然个别实力远不及黑龙，但他们的灵魂力量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叠加起来。我的灵魂力量与全体民族战士连成了一体。闻所未闻的事件，这远不是转生术所能达到的效果。派的灵魂力量，身体像是要炸开一样。一个能承载数万人的灵魂力量，他撑得住吗？这太乱来了。武庚，够了！吸纳太多灵魂力量的话，你会死的。还不够，我撑得住。用这种方法结合全体民族的力量，倒是与我熔铸魔将的灵魂相似。包含了民族数万愤怒的灵魂，哼，数万手下败将的灵魂而已。黑龙，找死！身体无法负载这样的力量。你支撑不了多久，先撑不住的是你吧，天！我感觉到我的力量已经足以打败你，全套继续增强。恐怖！万灵之怒！黑龙，竟然在这种时候，狗狗好强啊！天竟然被那个人类压制了，或许他真的能战胜天。请多给我一点时间吧，黑龙现在需要我。看来低估他们聚集起来的力量了。很久没遇到过能够将我这样打伤的对手了。不过就凭这样，要战胜还差得远。再来吧！黑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偷袭了天。这不是普通的落雷，我的神力被压制了。有人在调动晶石的力量。伟大的天哪！这是感到意外吗？这
这是本座集合大量晶石之力施展的无解咒术——封神阵。即使强大如你，被封神阵击中，神力也会被压制得不足1成。天，你今日无论如何也难逃一败了。神远长老，为什么？这个神族成员，为什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原来是这个阴恻恻的老家伙，竟然向天发起攻击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看来逍遥子猜的没错，神族内部真的有古怪。神眼，没想到你竟敢背叛我，是与冥族合谋的吗？本座当然不会堕落到跟冥族合谋，本座只是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消灭你，解放神族。哦，解放神族。不错，本座知道，你是远古时代的旧神，对人类、冥族甚至神族的命运毫不关心。你利用神族主宰天下数万年，却从没有把我们视为亲族。现今的神族不过是你复活白龙的工具和奴隶而已，对吗？我们只是用来复活他的工具。本座担任看守者以来，透过晶石力量看穿天下之事，不仅发掘到了自己与现今神族的根源，更是发现了埋藏在海角监狱和结晶山中的诸多秘密。大家都听着，我们原本都能享有结晶山中盘古的力量，拥有堪比旧神的强大实力，但天为了统治神族，将这股力量封禁在结晶山之内。今日本座要做的就是消灭天，解除封禁，夺回本该属于我们的创世神之力。原来你一直抱着这种目的，我竟未曾察觉。看清楚他的真身了，他是盘古族人。为什么会出现在神族中？天，如今海角旧神重临世间，人族和冥族不再甘心屈从于你，就连神族也已经厌倦了按照你的欲望行动。哼，你的时代是时候终结了。天，神族将由我来带领，所以你必须死。本座要亲自粉碎你！小心，地面有异动。由晶石构成的地面崩塌了。天，本座封印你的神力，只是前奏而已。结晶山要解体了，快避开！现在才是真正的杀招！大家快后退！结晶山蕴含盘古之力，已被大幅度削弱的你，
敌得过吗？神力竟然将整个结晶山的精神都凝聚了起来！快撤！结晶地面坚硬无比，异彩寻常，原来一直是神眼在搞鬼。白菜，快跟上来！阿狗，老家伙竟然有这一招！趁我们与天决战之时，暗中记起如此大规模的咒术，看来他才是真正的对手。奇怪，天交战负伤，神力被封，现在更要面对神眼的背叛，但在他身上却难以找到一丝不安，就好像没有真正把这些事放在心上。白龙，他已经到极限了，没想到这么快。黑龙，对不起，我想趁我消失前完成一些心愿，却令你身陷险境了。别这样说，我活着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现在的境况不算什么。10万年前的盘古族人，他带着复仇的心回来了。本座感受到我族伟大的创世神盘古，他的力量正源源不断地汇集过来。你跌下去了。好巨大！由晶石构成的巨像，不可思议！那老家伙竟能直接从结晶山那里获得盘古之力，看来要打倒神族，必须摧毁这个力量来源。白龙，看着我，他不值得让我们浪费最后这点时间。对不起，黑龙，我辜负了你的心意。你花了10万年来救活我，但我却……不，你没有辜负我的心意，从来没有。白龙，这是我10万年来最快乐的时刻，能在今日与你相聚片刻，已足够了。谢谢你，让我再次回到世上，与你分享这一段时光。虽然短，但美妙。它令我的生命完满，再没遗憾。再见了，白龙。现在的他，无论是悲伤、痛苦、愤怒，亦或绝望，一切的情感都无从感知，有的只是空洞。爱人的逝去，仿佛带走了他生存的一切意义。天，我已感受到了你的空虚，和10万年前大肆屠戮我盘古族人的你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你用了整整10万年搜集血石，只为这一次复活的机会。可惜，人间血石储量已尽，白龙再也无法起死回生。既然失去所爱令你成为一具空壳，就让本座替你解脱吧。这是本座集合创世神盘古力量的全力一击。
族，即便只剩下不到1/10的力量，我也不惧。但是，天地间的唯一吗？这种感觉，难道是天竟然被打败了？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？由远方传来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沉重、郁闷，仿佛天要崩塌一般。还没到冬天呢，就开始下雪了。义父，我感觉有一股莫名的不安压在心头。孩子，天降异象，是巨变之兆，神域发生了大事。难道与民族发动的战争有关？这场战争本来我认为不可能动摇神族根基，但我错了。至高无上的天使去，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。作为未来中土国王的你，要及早做好准备。天！是天吗？他竟然真的！10万年了！天，真的！有一种强大的黑暗力量正在扩散，感觉非常古老，又有些熟悉。原来如此，天的逝去，让海角监狱的封印法阵完全失效。10万年前，他的出现，令大量我族成员异化，一度让族群规模锐减大半。但这次，我不会让它重演。神眼长老杀死了天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以后我们该怎么办？天竟然被神族的同伴所杀，如果要再对付神眼，民族战士们能撑住吗？此次神族内讧，不知会让战争产生什么变数。天竟然没有倾力反抗，是知道结局已定了吗？
懦弱的失败者。接下来就要处理民族的事情了。喂，要处理民族的事情，先问过我。我现在是民族起义军的全权代理人。那个武庚想干什么？武庚，若不是你们重创了天，本座也未必能如此顺利。某种意义上而言，你们是我族复兴的功臣。你想谢我，可惜我很快就会把你扔到海里喂鱼。哦，你要与本座决一死战？当然，战争还未结束，代表神权的，无论是天还是你，都必须倒下。这么轻易就复原了？深眼被晶石层层包裹，武庚很难伤到他的本体。武庚，有时候激进抗争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可以选择更平和的方式。本座的大和解方案，或许可以令你们重新考虑立场。大和解？民族人啊，本座知道你们饱受恶劣环境和石化病之苦，但这一切都是天造成的。他操控神族，对你们做出诸多恶行，本座一直是敢怒不敢言。现在天已被本座推翻，我们互相仇恨的时代已经结束，你们的起义圆满成功了。大元帅的石化病可是你亲手染上的，休想推到天身上。当时天仍在神族，本座只能尽忠职守。若今日和解，神族将销毁所有的黎明之花，而且你们也不必再留在贫乏的栖所，可以全体迁移到地面过新的生活。最后还是要退让吗？这是真的吗？哼，你说的这些好处，打倒神族之后，我们一样能得到。武庚，对于你的挚友，你不会看着他遭遇不测的，对吗？阿兰，老家伙，你要不要脸？拿一个女孩子的性命要挟我，枉你还叫什么神族长老？阿兰怎么会在他手上？本座几时要挟过你？你要的话，便给你吧。阿兰，你醒醒！没有心跳气息，他已经死了。别紧张，他还没死，只不过他的心在本座手上。只要本座把心还给他，他就会安然无恙。老家伙，还不快拿来！这是央求别人的态度吗？你听着，消灭你和民族对本座来说并不是难事，但是战斗和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不必要的。本座现在拿着这颗心，只是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方案。可恶，居然利用阿兰！只要现在停战，你们就会获得想要的一切。但如果你们坚持作战，那神族与民族的仇恨将延续下去，你们的家人和后代将永远留在暗无天日的地方，遭受石化病之苦，永世不得安宁。忘记仇恨，向前看，亦或是玉石俱焚，你们选择吧。我们应该怎样？答应他的话，就不会再有人牺牲了。
你的方案听起来的确没有理由拒绝。你知道就好。阿兰，现在民族万众一心，但也只有这一次了。神族不过是为了瓦解我们的斗志而假意让步，现在放弃，将来必定后患无穷。对不起。为何哭泣？因为我不得不辜负我的朋友。神言，你的方案的确很完美，但只有一个破绽，那就是你这家伙绝对信不过。什么大和解，不过是缓兵之计，把所有罪名推到天身上，自己装作若无其事。你当本大爷是傻子吗？今天我们不踏平结金山，誓不罢休。灵魂力量正从我身上一点点离去。武庚，你的确比我想的要坚定，但你忽略了一件事情：这场谈判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可不是你呀。接受条件的话，我们家人就可以到地面生活了。你们这群笨蛋！神族给你们一点甜头就妥协，等日后他们恢复实力，我们都不会有好日子过。武庚，本座与民族并无恩怨，更没有理由主动招惹民族这样的强敌。现在神族都已经主动求和了，还要打下去吗？神言已经成功消解了战士们的斗志，武庚身上的灵魂力量正在急速消散。武庚，看来你的战友也愿意停战。现在如果和解，日后恐怕会有更大的麻烦。逆天而行，我该怎么办？逆天而行和穷凶极恶相继战死，武庚虽继承了大元帅的力量，但短时间内却难以服众。武庚，如果你选择战斗的话，我会陪你战至最后。但这场战争不只是我们的，也是民族的，我们无权替他们做决定。你们真的认为停战更好吗？我不同意！难道大元帅的仇就这样算了？不同意又能怎样？民族战士已经斗志全无，单凭我们不可能打得过神眼。天已被神眼除掉，若是和解的话，大元帅的愿望也能实现。继续战斗，那将是两败俱伤的局面。武庚，大元帅已将民族托付给了你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大部分民族战士都想要和解，少了他们灵魂力量的支持，我根本无法与神眼抗衡。况且子玉叔叔重伤未愈，不能再让他身陷险境。唉，只能日后再做打算了。神言，立誓吧，保证你对今日所说的绝不食言。当然，本座跟你立誓，民族可以到大地生活，神族永不侵犯。此外，本座还要恢复蚩尤族的族名，你们当前7地也应称为大荒。誓约将写成大和解约章，随后送到你们手上。最后，这样满意了吗？没有其他诉求了吧？等一下，还有一件东西。阿狗、白菜，你们都没事啊？阿石，我们跟神族达成了和解，以后不会再被神族追杀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去开包子铺了，可以回家喽！
终于结束了。这一战，我们牺牲了不少兄弟。铁血无双，鬼魅森林，穷凶极恶，还有不闻不问。他们和大元帅一起，永远地留在了那片战场。但这一次，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，石油组马上就可以重回大地了。从此以后，人类再也不必为神族采集血石。北山矿场是时候解散了。那我爹爹不是矿场主了。没错，哪吒，你再也不能作威作福了。狗哥，我早就改了。哥，你的心愿，我和武庚已经替你完成。人类自由了。那老家伙又在耍什么花样？我想，他在给神域布置结界。结界？战争刚刚结束，他就急着布下结界，是防止我们攻回去吗？也许是为了防备海角救神的反攻。如今神族元气大伤，乃是救神复仇的最好时机。救神吗？说起来，那个海角救神还让我去第9个太阳陨落的山谷找他。以后再说吧。大长老，我们的伤亡情况大致清点过了，百神咒折损近70%，天武圣王重伤，正在抢救中，而真禅、玄风、白莲3位圣王不知所踪。我族今日蒙受了屈辱，可恨我能力低微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记住这种感觉，你必须加倍努力，变得更强大。而本座也乐意帮助你们，共同建设更伟大的神族。多谢大长老栽培，日后我一定会让蚩尤族10倍奉还。日后？他们还有日后吗？快看，前面是，那是黑色的海。前方有变，有异化的鱼群冲过来了。转向！
放下来！阿狗，快看，和我们来时不一样。啊！瀑布的水在逆流而上。我们借水流跃出瀑布。好，等等，神也可以操纵瀑布的流向，惯用此法阻隔或困住入侵者。他派的水族追兵，又给我们一条生路，会不会是陷阱？何解誓约刚立，神也就个明目张胆的誓言，那可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还有一种可能，这些水族并非听命于神族，他们根本不像活物，神族似乎都惧怕他们。吴刚，我们已受重创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，只能赌一把了。贝尔，请帮大家上去。好啊，抓稳了。不好，水流在急剧减慢。贝尔，再快点！怎么了？虚伪无耻的老家伙，想中断操控瀑布的神力。土耳其，准备迎接冲击！本座以依约放他们走，是五更自己破坏了镇魂之所，放出了天封印在海角的东西。在扩散的黑水，就是天封印的东西吗？它经过的地方毫无生气，即便有水族幸存，也变得好古怪。那些水族早就被他感染，失了灵魂，异化成了他的一部分。爆碎灵魂拳！没完没了了！千里冰封！这就结束了？这些杂鱼真是差点把我吓到。吴刚，怎么了？水族不过是堆肉泥，真正危险的是后面的黑水。黑水是什么？关于它的记载有不同的称呼，其中虚无之名最能代表各族对它的恐惧和未知。虚无，10万年间，虽说各族因众神之战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，但相比，真正造成三界绝望、生灵殆尽的，却是之后出现的虚无。如今，他回来了，连天都会感到头疼和不安的力量。为了防御他再次侵袭，神族经历几代大祭师钻研，终于创造出这道隔离结界。虚无进不来，神力也穿不过去。结界可保神域无恙。至于外面的事，本座乐观其成。他有多厉害？有什么弱点？更具体的记录呢？接触过他的生命，都永远沉没在那片黑暗中了。再迟点，大家说不定会变得跟那些水族一样。
神眼急于用结界封闭神域，原来是因为他。神眼是想借他的手消灭我们。贝尔，贝尔，我们还在担心你呢。我试过了，瀑布没办法逆流而行。黎明之花号如果强行冲击瀑布的话，只会粉身碎骨。或许还有一种办法。我们飞出去。飞出去？怎么飞啊？大胆的想法。吴刚，我们听你的安排。爆炸产生的高速气流能推进黎明之花号，而现在唯一缺的是时间。吴刚，交给我们吧。可别让我们失望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朋友，放心吧，我会把他们都安全的带回来的。八方乱斩，斩痕都没留下。回舞！风铃阵，刃匣。对付他，连咒术都无效吗？我们可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剩下的人，把船上能扔的都赶紧扔了。是。爹爹，他们在干什么啊？但愿不是疯了。是升空减重。减重？攻击放出的灵魂力量，似乎变成了他的养分，我们反而助长了黑水的蔓延。李靖，打架时你真正的实力不是还没展现吗？用炼气包裹船底，给我凝聚出最坚固的底座。这又是要干什么？好。小子，让你见识下什么是聚天地之气，形神俱备的炼气术——力托泰山。火炮喷射！哇，好有型！武庚竟自己悟出了能量间的灵火转化，用意念将灵魂力量化为炼气火炮，这就是升空的关键吗？武庚，士兵已整装完毕。吹号，命海上大将返回。不好，他们被困住了，不能盲目进攻，那就。没有办法了吗？
过来！大师自爆！我会把他们都安全的带回来的。他明知道接触虚无的后果，却选择了战斗。吴庚，黎明之花交给你了。登船完毕，所有人准备，升空！开始下落了。大家没事吧？父王，退后！海救之葬！父王，快住手！那黑水很危险。海水不对劲。危险！虚无可是无数旧神都渴望拥有的至上力量。海妖之王在有意将黑水导向自己。他是冲着虚无来的。多亏你们击败了天，才得以让虚无重现天日。海妖之王居然主动与虚无接触，他不要命了吗？他是想掌控虚无。虚无可以被控制？10万年来，觊觎虚无的宵小不知凡几，只可惜无一成功。我海妖一族作为神族奴隶，受尽欺辱已有9万年余。如今天已逝去，待我掌控虚无之力后，将再没有人能踩在我族头上。这个海妖之王，天一消失就露出了本性。竟将反客为主，给我屈服吧！他在借助铁骨战集中的雷电压制虚无。父王，是连天都忌惮的力量，险些让他反噬。这就是虚无之力吗？海妖之王成功了。每一个与虚无结合的人，都会暂时掌控虚无的力量，而虚无则会慢慢的入侵和腐蚀他的心智，直到将他彻底变为傀儡。
人类，你曾借助始祖的力量击败过我，现在看看到底谁更强。海妖之王的眼睛，他也被虚无影响了。快走！全速航行！想走？接阵！海妖之王想把黎明之花号搅碎。大剑士，触手是黑水凝成，砍不断的。触手是海妖之王制造出来的，要彻底解决的话，方法只有一个：杀了海妖之王。好。妙！我有办法将大家送走，只是需要一样东西。铁骨战戟，给我碎吧！他的力量比上次更强了，不能硬拼，得想别的办法夺取战旗。只要有铁骨战戟，我就能生成水龙卷，送走大家。有了，在虚无之力面前，始祖的力量也不过如此。力量如果不是自己能控制的，那还不如不要。住手！住手！始祖？不可能！始祖早已被深埋在风渊之下。甘做神族奴隶数万年，如今又妄图掌控虚无，实乃我族之耻！闭嘴！若不是你无力与天抗衡，我又何至于向神族屈服？掌控绝对的力量，才能免于受人欺压。幻象！竟敢戏弄我！去死吧！盛焰火炮！怎么可能？不行，还不够。力量，我需要更强的力量。趁现在！之王被虚无彻底同化了。这些水族都是被父王的歌声召唤而来。虚无是在利用海妖之王吞噬水族。想走？他的成长和扩散速度快了很多。贝尔，抓紧时间！水龙拳！贝尔，你的手！
没关系，只要能救出大家。小心！贝尔！父王。还差一点，起来啊！贝尔，永别了，大家。几经战斗，大家已疲惫不堪。暴风雨吗？不，是敌袭！阵型拉开，防御！什么人？神猿，他们是神族，而且没有感染虚无。不过他们的样貌体格和神族却不太一样。大家小心，这些敌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。五更，尝尝本大爷的拳头！剑气无性。小心后面！好身手！大剑士！逍遥子，风力太大，火势正在蔓延。小心！五更，黎明之花受损严重，不要恋战，准备击船。小心！五更，一集合人员的伤亡如何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大约60多名战士重伤，目无表情部队正在积极救治，刚埋葬了20多名兄弟。还有60%的人没有找到，很难知道他们掉落在了哪儿。水龙卷经过的地方太广，加上敌人的势力范围，说不定已经阵亡。搜救队继续，我们再努力搜寻一下。沉船位置找到了吗？今早纵横天下的归队士兵有报，已经找到沉船的位置。黎明之花号是大哥哥为蚩尤族打造的希望，和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一定要把它找回来。搜救队会把他带回来。五哥，赶紧去看看那小孩。出什么事了？一整天了，一动不动，
重点是前面是归墟大门，非常危险。哪吒，狗哥，我就在这守着，万一看见爹爹的灵魂了，还能把他从归墟大门拉回来。别瞎说，给我回去，还不嫌添乱吗？哪吒，凭你爹爹的炼气术，定能化险为夷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对了，搜救中我收到一份情报，吴更，也许和你们有关。他们一定会找到武庚，把消息带到。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你可是救了我的命。现在我不过耗点空世界神力送信，追踪偷袭者。不过，这个方向不是神域，而是西域方向。为什么是西域？神焰违背承诺，蚩尤族以身防范，自不会再前往合约之地。这也是我好奇的地方。还有，这些偷袭者是什么身份？和虚无又有什么关系？有太多谜团。偷袭者或许和神族有关，不过我未曾在神域见过他们，他们就像突然冒出来的。新神不知道他们，可旧神不一定。你是说龙族？偷袭者和他们确实很像，但我无法相信，毕竟那遥远的属于上个时代的事，谁都不知道在旧神和新神交替中间发生了什么。不管怎样，他们背后操纵者的目的更让人在意，所以我们得抓住偷袭者这条线索，顺藤摸瓜。武庚那边之后再会合。信上说了什么？子羽叔叔和逍遥子有事情要去调查，提醒我们天虽逝去，三界却越发不太平。神隐部也已脱险，他们去寻找散落各地的叛神，积蓄实力。提到我爹爹了吗？孔雀族长考虑你爹爹一个人行动太危险，所以他暂时也在神隐部。太好了，这下放心了吧？我饿了。走，我带你去阿石那儿吃包子。若真如逍遥子的猜测，神域战争是老家伙的阴谋，或许现在的情况只是开始。近日进入归墟大门的亡魂超乎寻常的多。怎么可能？那是……不闻不问。一般进入归墟大门后，会告别今世，开始新的轮回，不可能逗留这么久。那他算是没死呢，还是不一般呢？武庚，大海很快就会沦陷。虚无异化了所有水族，会变得更强大。一个贝尔，他渴求更多鲜活的生命，接着将奔向大地。所经之地，寸草不生，万灵绝迹，三界堕落。虚无，我们不会让他嚣张太久。倒是你，是来索命的死亡使者，还是来帮忙的蚩尤族大将？活路只有一条，进入归墟大门。哼，那里是王者的世界，路也是死路吧？进来，才能找到对抗虚无的办法。我曾听说很多危险的东西，比方像这样引诱灵魂的幻象。高哥，哪吒，武庚，老婆，是你害死了所有人。不，错，这一切
无可挽回。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武庚，你所见并非幻想，而是未来的命运碎片。不可能！进入归墟大门，你就会明白。绝对不可能！阿哥，你没事吧？看起来你的脸色不太好。我还能有什么事呢？你的手好冷，刚才是发生了什么吗？没什么，老婆，我就是觉得我不能够在这里原地等待，我必须要进入归墟大门，一探究竟。武庚，是不是要再慎重考虑一下？我们都知道，生者进入归墟大门等于送死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执意前往？不亲自试一下，又怎么能知道呢？站住！武庚，你的勇气令人敬佩，但我想，你现在最好的选择是留在这里接受我们的看押和观察。我希望你能理解，如果你想要擅自行动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家，这是怎么了？白菜，你是蚩尤族的朋友，我们不希望伤害你。不闻不问刚从大门给了我们预示，武庚已经是虚无危机的重大嫌疑人。怎么可能？他已经不适合继续参与到对抗虚无的行动中，这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。如果我非要参加呢？那我就只能强制将你留下了。喂，你们还是不是男人？以多打少，我站狗哥一边，看我不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！好啦，大人之间的事别瞎凑热闹。我不小了，我还能做很多事儿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诸位，我们各自的伙伴、亲人还四散在各地，虚无还在外肆虐，随时可能会面临危险。不仅是他们，还有无数无辜的生命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们必须要做出行动，找寻方法，拯救更多的人。我才不信那个狗屁预示，我只相信我所坚持的信念。想法很好，但你有这个能耐？凭我一个人当然不行，所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我希望你们把命交给我。哼，你以为你是大元帅吗？他认可了你，却不代表我们其他人。武庚，那就用你的实力来证明我的命值得托付给你。我知道，你们蚩尤族人一直都以实力为尊，那我们可说好了，只要打败了你们，就得听我的。随风起舞姐姐，武庚说的没错，他想要做到真正的服众，就必须按蚩尤族人的规矩来。这是武庚主动提出的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这股寒气阴沉的可怕，他的杀气与之前相比，判若两人。看来经历神域的战斗后，他对灵魂力量又有了更深的感悟。现在便开始吧，小心了！寒气斩！
你大爷！忘记了我的左手是无坚不摧的炼器吗？现在我只要一发力，就捏碎你的命气。大意的是你吧？你的炼气术的确难以抵挡，但我这可以令它僵硬。糟，这样子无从发力。有两下子。你怎么看？我想知道你的想法。武庚是大元帅认定的继承人，这是他的遗志。大元帅已经不在了，或许他看到了预示，也会做出不同的决断。我们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决定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武庚说的是事实。虚无必须要得到解决，否则不可能会有安生之日。问题是，武庚是蚩尤族的英雄，有他在，我们还尚可齐心。如果他不在，蚩尤族内部便会立刻产生纷争。不想死在我的淫焰之下，就给我全力应战！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可要小心了。兵强，上当！能够快速切换形态，武庚对于拳套的运用越发娴熟了。狗哥干得漂亮！最后时刻，你为何要收手？这只是一场比试，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吧。你的实力很强，如果我要正面与你硬碰硬，也并非易事。之前的战斗中，你见识过这共工火炮的威力，必然会心生忌惮。而我正是利用了你的这种心理。心理战，你赢了。我现在能否得到你的尊重呢？寒风凛凛。我曾说过，我会追随更强的人，这一点从未改变。但如果过程中在你身上发现任何虚无的迹象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。一言为定。大元帅之位，可由你来担当。我会帮你铲除所有障碍。我的时日也不多了。石化病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。快撤，避开北光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这最后的时光，我想为蚩尤族竭尽全力，所以我选择相信武庚。既然你已经决意，那就由我来最后确认一下，他究竟够不够资格。狗哥小心！武庚，你取巧战胜寒风凛凛，同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只是不想给武庚休息喘息的机会，一举拿下。太卑鄙了！我要去帮狗哥。相信阿狗，他还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。死亡眼神，早就知道你会出手。如此粗鲁的发起偷袭，可不像蚩尤族大将的作风啊！在蚩尤族人眼里，唯有战胜者才有资格评判别人，光这水平还不够。如你所愿，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
武庚，不可否认，你在神域立下了许多功劳，但作为一个外人，你没有资格带领我蚩尤一族。资格？我对你们来说，的确是异族。那我以人类盟友的身份，邀请你们追随我对抗虚无呢？结盟没问题，不过我可不认为你的实力足以担任盟军领袖。别人或许把你当成英雄，敬你3分，但我不会。现在我就要当着他们的面打倒你，将你的光环摧毁。来呀，就让老子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！鬼舞！死亡眼神对打决斗，向来是全力以赴的。武庚要赢得人心，就必须面对这一关。这也是大元帅曾经走过的路。看来对付这家伙，不能像寒风凛凛一样取巧。哼，那我们就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吧。阿狗的眼神变了，他开始认真起来了。死亡眼神，你已经激怒我了。狗哥，干掉他！要动用火炮了吗？你所有的伎俩都已经被我看穿，再难收到什么效果？哼，是吗？或许很快我就可以令你改观。他的速度太快，根本无法瞄准，得想个办法。打够了吗？到我了！啊！居然下这么重的手！哼，有2下子。不错，竟然削弱了胸边1半的威力，看你还能撑几下！什么？我的神力可不是用来防御的。死亡眼神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盛宴，火炮！你输了，死亡眼神。你终究还是收手了。我要是杀了你，岂不就坐实了预言？我认输。真厉害！武庚！又有不知好歹的后生闯归墟大门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们惊动了他。他是谁？快离开这里！这股气息是他来了，他终于要出来了。归墟境地，胜者退散。曾经5族联盟的古老旧神，死后依然战斗不息的强大战士，刑天。
刑天，你清醒一点！我们是蚩尤族，曾经与你并肩作战的战友，不是你的敌人。随风起舞姐姐，无色界神力，好凶悍的力量！神力，龙族。龙族擅闯，格杀勿论。不好，你的神力与龙族一脉相承，被刑天误认为龙族了。丹气。狗狗，随风起舞姐姐，阿狗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没必要跟刑天纠缠，快撤！快卧倒！刑天的力量和速度都十分恐怖，我们根本逃不出他的攻击范围。这家伙是我招来的，我拖住他，你们先走。阿狗，快临阵，先飞！龙族，滚出来！我来受死！可恶，连共工之力也不能跟他抗衡。狗哥，嘘！龙族，出来受死！我们先借着迷雾掩护往河边走，然后潜入水中离开。随风起舞，龙族设下的禁制不是控制刑天镇守大门吗？怎么他守在这里，倒像是为了挡住龙族？不清楚，刑天的事我也是从族中长者那里听说的。算了，还是先离开这里吧。白菜，你带哪吒先潜下去，我们殿后。好。糟了，快蹲下！逃不掉了。可以周旋，再寻找撤退机会。信我，就听我指挥。好，我也来。保护好白菜，这可是重要任务。有我在，绝不会让龙族靠近本族。无色界神力，恐攻之吼！冰封，成功了吗？阵头如此之快，
放我们走。阿高，战闯者死！来吧！永恒之夜前辈，老友，一段时间不见，你还是成天乱看乱跺的。两处同时发光，好像在互相感应。9万年了，你还记得自己为什么守在这儿吗？即便你活了下来，你记忆中重要的人和事，都会一点一点逐渐凋零。就算身首异处，我也要战至最后一刻。别勉强自己了，反正很快又会忘掉。这些小家伙的命，我保下了。等等！他怎么了？好像把刚才的事情都忘了。因为没有头，所以他记忆很短。几万年来，他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头颅。其实找不到更好，他就永远做个愚蠢的看门人吧。毕竟头颅里面藏满了痛苦和屈辱的记忆。10万年前，因为盘古族与龙族的纷争，数万神元被封印于此，形成神元之海。现在，本座终于可以拥有你了。龙族战士们，作为昔日的谋逆者，就以晶石为躯，重回世间，成为我忠实的奴仆吧，让神族重拾昔日荣耀。多谢永恒之夜前辈相助。有逆天而行的气息，看来他最后把力量传给了你。我竟然有了个人类徒弟。更有趣的是，你体内还容纳着其他力量，灵魂的滋味一定很特别。说吧，你们到大荒做什么？我们刚离开神域，就遭到了一股无节制扩张的力量侵袭，名为虚无。果然是他。你知道，前辈，虚无可有什么消除的办法？消除虚无？真是个无知的问题。有样东西你或许感兴趣。能吞噬一切生灵的虚无，竟反被他吞噬，这是……你们这些不孝愚蠢的晚辈，连我蚩尤族最强兵器都不记得了。这柄天地至尊兵器有撼天灭世之能，10万年前，光是它的名号便足以令3界战栗，其名为冰主神之刃。冰主神之刃被封存，隐藏在未知之地，如同他麾下战死沙场的99魔将。共工和不死鸟曾提过，但他们不知道他的下落。他们当然不知道。冰主神之刃被龙族趁乱夺走，因为忌惮他的力量，他被龙族崩解成碎片，散布于大地各处，下落不明。龙族是有多怕冰主神，连他死后的兵器都忌惮成这样。那可是冰主神，你是在质疑他的实力？我没有不敬的意思。
冰主神做过什么，让龙族这么忌惮？冰主即为兵器之主，当年始祖带领我族对抗龙族，协麾下99魔将征战杀伐。始祖善使各类兵器，练手用气之法，令我族战力大增，更是仅凭手中兵刃大败数名龙族大将，故被后世尊为冰主神。大地震颤，诸神皆惧，他是那个时代里当之无愧的最强者。他这么厉害，又是怎么输的？输？冰主神怎么会输？冰主神被龙族轩辕暗算，运命营捉落。这个混蛋！而在冰主神陨落后，虚无现世，大地生灵涂炭，混乱失序。虚无是在冰主神陨落后首次出现的。虚无为何出现，就先不深究了。你们不是要消除虚无吗？那得赶紧找齐冰主神之刃碎片。我们是要找碎片，但现在没有任何线索。只有一个神能打造出这样的战甲。你想干什么？兵刃碎裂后，各族旧神率众寻找碎片下落，搜寻工作持续了很久。再然后，大多还活着的旧神都被关进了海角监狱。或许那些旧神知道什么。镇魂之锁被我打断，那些旧神都跑了，现在无从问起。所有囚犯都逃出来了。那就越来越妙了。下次见面，你可要好好问问他们碎片的下落。现在还不是一块碎片的头绪都没有？你们很快就知道了。你是说，这是碎片，冰主神之刃的一部分？他怎么了？这是碎片之间的共鸣。共鸣？我见过。一定距离内的2块碎片会彼此感应发光，随着获得碎片的数量增加，感应范围还会扩大。原来在感应刑天的那一块。是那块碎片的话，不得要和他再打一次，我们才死里逃生。当然要战，之前初次交手，完全不了解刑天。你们如果了解了他，就不会想和他交手了。刑天，狂战之神的名号，绝不是五族对他的尊称，而是来自龙族对他的惧怕。第2次众神之战，因为刑天和女拔的联手，胜利的天平曾倾向过五族。女拔是不闻不问的母亲女拔。是，她也是天使圣王的母亲。圣王？为什么他的孩子会在2个敌对的阵营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蚩尤族的仇人，龙族的叛徒，天的手下败将。他的双生子也注定背负着罪与罚。那天使，他还在吗？在，当然在。不过在归墟大门里，是什么样子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当时五族战败了，发生了什么？当时，龙族占据不周山地利，我们未能料到他们也开发了盘古之力。难道是我们陷入4级阵法时，从结晶山传来的那股古老力量？实力真不济，不周山残留的力量也能困住你们。当年五族面对的天柱不周山，可是创世神盘古的整个左臂所化。看来这次我们攻到结晶山下，能为前辈报仇，也多亏了那石共公怒撞不周山，断了敌人的加持。
是多亏了公公，事情顺利了很多。有了盘古之力，龙族就能打败刑天。刑天的战斗技能叫干七之舞，它一旦使用，力量瞬间爆发，到达巅峰，并能长时间维持。要打败它，爆发力得比它强。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唯有冰主神。爆发力吗？你只有一瞬间的爆发，根本无法持续作战，差得远呐！太差，太差，太差啦！哼！不过，你继承了蚩尤族的灵魂力量，若跟我训练个10年20年的话，10年20年，那时大家早异化成虚无了。好像也是啊。前辈，我们一定要打败刑天才能拿到碎片吗？比方他睡着的时候。睡着？他是愚蠢了些，但绝对不会疏忽丢了碎片。相反，他很在意这块碎片。以前有些想取巧的小贼，都变成他干旗下的亡魂了。难道没有其他办法了？不打败狂战之神，还能取到碎片的办法？有，只有一个。是什么？这个嘛，只有我知道，是个很重要的秘密。这人类真是，让我们负责驻守小队的训练，不要松懈，自己去和战士们比武胡闹，这样放松军纪似乎不太好。太紧张也不好。事实上，武庚在挑选跟他行动对付刑天的同伴。来，开饭啦！好香啊！这么爽，再给我一个。老婆，驻守小队的后勤事务就交给你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让！还有我，最后一位挑战者哪吒小先锋，申请加入狗哥小队。不行，这次行动很危险。小强人，我们还没比呢。实力不够，放开我！有本事自己下来。我的小队成员就暂定寒风凛凛、死亡眼神和随风起舞。他们对刑天和碎片的事也最为清楚。那么接下来，虚无自神族海域起四处蔓延，不排除是神眼的阴谋。他正在侵蚀大海，不久会是大地。若不及时阻止，大荒也会覆灭。绝不能让神族的阴谋得逞。在虚无来到大荒前，我们要找到所有的冰主神之刃碎片。太迟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次，神族不仅针对蚩尤族，还针对可能会成为我们盟友的各族，包括北方尚未规划的羌、鬼、刑等。所以，我们要尽早阻止虚无。就算我们保全住了自己，但到时仅凭一族之力和神族抗衡，确实很勉强。乱舞狂刀，清醒有泪。在。
侦查3界虚无侵蚀的地点、范围、速度、特性、受灾情况等，及时汇报。遵命。该去找他了。这个嘛，只有我知道，是个很重要的秘密，需要同样重要的东西交换。永恒之夜救我们，并不是出于好意，和他要的东西有关吗？他简直像和危险有多变的快。什么样的东西能让你说出这个秘密？来，得防着点。通灵术。小鬼，我有耐心等你的回答。只是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你来了，把灵魂交给我吧。我失去了灵魂会怎样？当然就死了。我会遵守承诺，将秘密告诉你的大将。这笔交易代价虽大，但还是我们占了便宜，划算划算。唉，只可惜你错失了一个品质更好的灵魂。哦，谁还拥有多种力量滋味的灵魂？将来的我，毕竟我现在还不会使用灵魂力量，炼气和神力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等我成长几年后，你再取走我的灵魂，那时的灵魂对你身体恢复岂不更好？再说，有我帮蚩尤族人找碎片，事情就会容易很多。确实不错。想当年，几年时间，本大爷想溜多远就多远。3年为限。好，好。我告诉你秘密，3年后你交付灵魂，若期间身死，灵魂也归我。没问题。本大爷长命100岁着呢。刚刚那是什么？我们的追魂交易，有了这个咒术烙印，3年后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能收走你的灵魂。还有这手？冷静，先掏出秘密。说吧，怎么拿到刑天的碎片？帮他找回头颅。他有了头颅，就会给我们碎片。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至少得先弄清楚他头颅在哪儿。在哪儿？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让我想想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在巨人沉睡的祭岭。巨人沉睡的祭岭，我总觉得听上去不像是个地名。能找的全都找遍了，古籍、石碑、墓地、族里老人，都没提过这个名字。阿狗，你先说。不错，五更也叫阿狗，都是我。什么意思？巨人沉睡的祭岭不是真的地名，而是一个谜题。找个地方还得先破解谜题，是永恒之夜的考验吗？他也不知道确切的地点。我们有过交谈。巨人，除了共工，刑天是我见过最巨大的旧神。他的头在沉睡，似乎说得通。地点叫岭，而不叫谷、林、峰等，说明头颅不在山谷、密林或者高山，而是在一片不高的山脉。当年龙族打败了刑天，为何没有把他的头放在防御最严密的神域？或许这个头比其他旧神重要，龙族又不信任族人，
认为任何家伙都可能背叛，就像神野背叛了天。哼，背叛是龙族的传统。那他们只能找一个刑天的死对头，世世代代为仇，绝不可能化解的那种。刑天好战，死对头还真不少。刑天被灭族后，有谁幸灾乐祸，趁机报复？族都被灭了，怎么报复他们？占领刑天原有的领地，就像中土人类大周借助神族占领大商的。他们那片鸟不拉屎的地盘，谁会要？比蚩尤族的地盘还鸟不拉屎。我们是被驱赶到这儿的。有一个族可能会要，而且他们也是刑天的死敌。传说被刑天追杀屠戮了几万年。什么族？隐藏在面具后的种族。暗影族。面具下的种族。你盯着我看干什么？好主意。我认为可以就这条线索来找巨人沉睡的祭灵。老婆，你的分析太妙了，以前卖包子实在太埋没你了。我还是更喜欢给大家做包子。那就做吧，吃饱了，我们的斗战小队就可以上路了。找暗影族这事交给我们。我也要离开一阵子。去找永恒之夜吗？永恒之夜，我是来拜师的，将我命气入魂吧。这小玩意儿挺有意思，是什么？炼气术和命气混合的结果。我叫它俄罗之轮。在经历和刑天的战斗之后，我深知未来寻找碎片的道路一定还会遇到更多强劲的敌人。掌握灵魂力量，就相当于多了一种手段。只有变得更强，才能够带大家走得更远。老套的人才会拿着刀剑砍来砍去。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名字？我就是突发奇想，觉得叫着顺口。如果太怪了，要不改个什么灭天之轮之类的，比较威风。灭天。省省吧，能力越弱的家伙越喜欢听起来唬人的名字。我觉得俄罗之轮怪点挺好。来，用它来攻击我试试。看招！这玩意儿跟挠痒痒似的，没什么用啊。这下的威力相当了得，足以一击重创神族圣王。毕竟是本大爷最新炼制的武器。小鬼，你对着那座山再试试。你这个俄罗之轮看来有时灵，有时不灵，的确有趣，跟你很般配。有一定几率打出杀伤力极强的弹丸，但普通的攻击却很一般，是完全随机的吗？还是有我未发现的规律？用与自己匹配的兵器，或许有利于命气入魂，但还远远不够。那命气入魂的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对燃烧灵魂之道的领悟。我还未见过能命气入魂的人类，试一试也不错。死了的话，就吃掉。神域之战，我可是承受过所有蚩尤族战士的灵魂力量。你只是借用了他人的力量，却没有内化成自己的力量。不然结晶山都能被你击成2半。
那你打算怎么教我？多说无益，实战，不停的实战，直到能够打败我，拿到这枚碎片为止。来吧！还真的。小鬼，加把劲儿啊！燃烧灵魂之道，可不是轻易就能领悟的。我当然知道。我们已经进入西域了吧？听闻这里有大大小小10多个部族，怎么走了半天一个人也没见到啊？他们大多居住在这条大河的中游两岸。西域降雨少，土壤贫瘠，部族们要依靠河水生存。这河水是由西北方大雪山上融化的流水汇聚而成，用它灌溉后的土地也会变得肥沃。前面是他们的防护林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闻到了沙果的香气，还有血的气味。小营刚留下不久，那些战士应该就在附近，小心行事。血腥味越来越重了。玄铁剑心，身体硬度和重量增强，动作仍异常敏捷。诸天剑阵，只要有神元，就会被诸天所伤。流星，诸天剑心。先用剑阵封住对手，限制其速度，再攻击。大剑士很快摸索出了对付他们的方法。冷，断臂处是晶石，难道他们的身体是由晶石做成的？鲜血！这座隐藏在云霾中的山脉，就像蜷缩在阴影里的暗影族，一直卑下的存在着。死亡眼神，戴上面具，你会和我们一样。我不后悔。我们到了。他的脾性古怪，而且毫不留情。如果稍有不集中，我的命可能已经没了。今日至少要用你那小玩意儿打中我才行。可恶！我无法每次掌控弹丸的威力，
真就跟赌博一样。说当年跟随子羽叔叔到幻岛修行的日子算是刻苦，那么现在跟随永恒之夜的修行，才是真正的地狱。人类的鲜血，他的神力正在急剧增强。这些难道是结晶山的晶石？龙，力量和速度都大幅提升了，是结晶山的晶石给予了他强横的神力。这是灵魂力量。力气散掉了，是因为灵魂力量的影响吗？我感到灵魂力量在日益增强，可却始终无法命其入魂。大将们已经找到巨人沉睡的纪灵，我也不能落后了。停，休息时间。又要休息？你怎么越来越弱了？是你每日在浸食亡魂，不断恢复，越来越危险了。老师，大将们都要用好几年才学会命气入魂，但你几乎没有修炼就能够轻松命气入魂。看在我努力的份上，能告诉我秘诀吗？我们的先天情况不同，我没时间了。虚无在不断扩散，蚩尤族很快也会受到影响。我的灵魂迟早是你的，你不想要更美味的灵魂吗？走捷径。你看，很多修炼的人都爆体而亡。当然，如果你自己修炼死了，灵魂就越早归我所有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你想尝试吗？空世界神力，山河细化。百妖屠戮，腾蛇。大剑士，快走！不愧是大剑士，能够短时间控制新的力量。命气入魂，我稍微能理解一些了。没错，这是远古的龙族战士。龙族，在天已经消失的现在，龙族应该已经绝迹。你对龙族了解多少？我只知道龙族是神族的前身，除了天和白龙以外，再没有纯正的龙族了。他们早已经灭绝。公公曾说过，在真正的龙族强者面前，现在的神族弱小的跟婴儿一样。我们不是第一次与这些龙族结晶战士交手了。他们第一次出现是天消逝，神域之战刚结束的时候。当时神眼用来构建几百天的巨象的，与构成这个龙族战士躯壳的，是同一种晶石——血石。血石内蕴含着创始神的微弱神力。天曾奴役人类挖掘巨量的血石，想要复活他的妻子，而天的妻子也是龙族。同样是血石，
同样是龙族，难道神眼想要用同样的方法复活龙族？所以这些龙族战士的出现，只是一个实验。神眼真正要复活的，是更强、更可怕，甚至与天一般强悍的远古巨龙。究竟是怎样的远古龙族，会有这样的实力？你体内残存着大量蚩尤族人的灵魂力量，这些力量在神域之战时能够为你所用，是因为你们有着伐天的共同目标。但在天消失后的现在，这些灵魂力量也一同迷失了。而我只需往你体内注入一丝我的灵魂，就能将这些力量牵引出来。这些灵魂力量现在是一群无头苍蝇，在你体内到处乱窜。除非你在一个时辰内学会命气入魂，将灵魂力量引导到命气中，否则你的身体就会……命气入魂，老子这就学会给你看！我用！你还是乖乖去死吧！走火入魔了，真是废物！我做到了。这就是你的命气入魂。刚刚在被我攻击的瞬间，要冷静，控制他们。婀娜之轮，日轮。这小鬼真的学会了命气入魂，不枉我给他注入了近40%的灵魂。冰柱神之刃的碎片，我要定了。你的命气就算变大了，也还是婀娜之轮，只有极低的几率打出超高杀伤。普通攻击虽然比之前的弹丸要强，但对我也造成不了多少伤害。哼，是吗？这种攻击对我无效。就是现在，婀娜之轮，火轮。目标是这个婀娜之轮，日轮。这枚碎片归我了。数百里不见人，连活家处的影都没有。西域是蛮荒之地，神眼为什么要在这里大开杀伐？
你回来了。小树，最近这里突然出现的怪物，屠戮了好多人，有几个部落都消失了。你的眼睛……我没事。可是他们……你是神族？不用害怕，他是我的同伴。屠杀部落的，你看是不是图上这种？就是他们，太可怕了。放心，已经被我们解决了。我们要在此地居住些时日。太好了。大剑士，你是说，神眼还会继续派人袭扰这里？大长老，第一批实验品在西域的任务失败了。无妨，魔将的登场才是重头戏。山峦叠嶂，却寒雾弥漫；密林围绕，却死气沉沉。简直是一片寂静的墓地，巨人沉睡的寂岭，不如说是巨人长眠的陵墓。到了。他们就是被刑天追杀屠戮几万年的暗影族。一群让人厌恶的家伙。名叫死亡眼神的男人，你回来了。我们暗影族的面具狂战封印还好用吗？听说你们去攻打了神域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不会是打输了吧？你说过，为了他的梦想才戴上的面具，这个他不会就是……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来的。不是为了这件事，就算你现在后悔，狂战封印也无法解除了。你会跟我们一样，灵魂永远也得不到归宿。告诉我，你们对刑天知道多少？他的头颅埋葬在哪里？刑天，你说什么鬼话呢？你们暗影族号称是刑天的死敌，被他追杀屠戮了数万年，想必对他恨之入骨吧？他的头颅，你们一定知道在哪里。我们暗影族没有力量，怎么敢对刑天怀恨在心？看来道理是讲不通了。来，我来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刑天的头颅在哪里？我们是避世一族，不要逼我们！说。不对，寒风斩！别让他们跑了！风灵阵，凶变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有头。暗影族没有头颅，就好像刑天一样。这里是暗影族的属地，他们还会再回来的。我们先回去跟武庚他们会合。不用，我来了。那些暗影族溜得真快，8成会到他们首领那儿汇报。你很熟悉这里吗？来过一次，不算熟。
有股神力的气息。有神力残留。叛逆余孽，流配于兹，世代驻守，以待摄诱。或许是神族受命暗影族在此看守头颅，但他们为什么是余孽？不过是群胆小鬼罢了。你知道？那是大荒界很久远的记忆。在我出生的部落里，有过暗影族的些许传闻。他们在10万年前，也曾是骁勇善战的民族，甚至曾经是蚩尤族的同盟。那他们现在怎么会？谁？出来！哎呀！别！是我！哪吒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也想帮忙。看，我带了好多草药，还有火。不闹，快回去。你让他一个人回去，反而可能遇到危险。既然来了，不如就跟着我们吧。我一定不会拖后腿的。叛徒余孽，这4个字，足以说明他们是咎由自取。咎由自取？你们蚩尤族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？你是他们的老大，正好，我们有事找你。死亡眼神，你带着各位擅闯我族禁地，凌虐我族人，不合理解释，休怪我无情。来谈谈吧。我们无话可谈。听我说，有种叫虚无的物质，能吞噬一切生灵，正在3界无序蔓延，威胁各族生存。我知道虚无，你们不可能战胜他。我们得到消息，唯有冰主神之刃可以遏制虚无，可是冰主神之刃已经破碎，这是其中一枚。你从哪里得到的？血雾森林，归墟大门那边还有一枚，就嵌在旧神刑天的干漆上。刑天没有头颅，所以失去了理智。如果能把他失去的头颅找回来，应该就能从他那儿得到那枚碎片。可笑！永恒之夜告诉你们的一个叛徒的话，你们也敢信？你敢质疑我族前辈？他经历过虚无，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应对他。也是他告诉我们来这里寻找刑天头颅的。当年若非他临阵逃脱，我族又岂会战败？为了先祖刑天，我族只能屈膝投诚龙族，剥夺族民，夺去头颅，最终放逐至此。背弃盟友，背弃族人，背弃首领的懦夫，有什么资格向我们索取东西？我族即为刑天族，你们今天一个都走不了。哼，你们实在弱得很，我奉劝你们还是……我明明躲开了，怎么还被伤到？难道他们可以直接攻击影子？你们明白的太晚了，族人们，将他们献祭于先祖。不能让他们攻击到影子。御灵阵，夜雨。我们打不到他们，他们却能伤到我们。亵渎先祖的罪人，在无尽的黑暗中有眠吧。寒风凛凛，灵焰，秉镜。无尽黑暗，那是苟活于黑暗的你们没有见过光明的炽烈。无色界神力，无
无影之境。没有影子，看你们往哪里逃！你是神族，蚩尤族已经投降神族，你们的大元帅逆天而行呢？你以为蚩尤族像你们这样没骨气？逆天而行大元帅带领蚩尤族攻入神域结晶山，与天决战中牺牲了。与天决战，牺牲了。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，可惜。这位是我们蚩尤族新一任的大元帅，我叫武庚。现在你可以放心的告诉我，刑天前辈的头颅在哪里了吧？绝无可能，守护先祖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即便逆天而行来，也不行。不行。你不说也没关系，既然头颅藏在这座山林里，我就有办法找到。俄罗之轮，月轮。你想干嘛？住手！住手！就是那里，共工之怒！不！出来吧，刑天头颅！身如山峦，兽面羊身，虎齿龙首，那是天地四凶，饕餮。你唤醒了镇守头颅的饕餮，知不知道你要害死所有人，包括你们自己？你害怕什么？有隐遁术，为什么不逃走？饕餮能够吞噬有形之物，也能吞噬无形之物，包括光线与影子。随风起舞，那尝尝本大爷的俄罗之轮，日轮。我们的攻击根本无法打中他，怎样让这该死的凶手滚回去？龙族会告诉我们吗？我们和饕餮一样，只知道要守住头颅。他醒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了他补充能量的食物。你们相伴了几万年，总有活下来的法子吧？法子就是祈祷自己不被吃掉。否则你以为我族为何只有如此数量？被流放前，我族可有10万之众。无色强，刑天头颅埋在哪儿？我去找头颅，才能引开饕餮，不然你们都会被他吃了。在那儿。是刑天头颅，大家快冲过去！大家小心！狗哥！退后！这鬼东西怎么看着
有点眼熟。大家备战，干扰他的进攻。无色界神力，快闪开！轮到你尝尝我的拳头！武刚，就算你牙齿硬，也硬不过我的碎龙之甲！共工之怒！就这点技能吗？不如看看本大爷的花样！无知的蚩尤族人呐，在饕餮面前，我们都是点心。哪吒，狗哥救我！哪吒，你是谁？是我。什么味道？这是哪里呀？狗哥，我怕，我们赶紧离开吧。哪吒！我们在凶兽肚子里。那我们看到的这些，都是被他吞入肚子里的东西。狗哥，我们出不去的话，是不是也会被挤压撕扯成这样了？恐怕会更糟。怎么从饕餮腹中救出他们？饕餮吞噬万物，只进不出，所以他们不可能逃脱。不会的，那是因为你不知道饕餮曾参与过第2次众神之战。难道他就是那只吞噬掉你们刑天族半数族人的凶兽？不错，那一战，我们刑天族、你们蚩尤族联合另外3族结成5族同盟，共同对抗龙族。战场上，我们族人原本占据上风，后来你们前去驰援海妖族，路上却遇到龙族派出的一只凶兽，它气吞山河，只一口便将你半个族群吞入腹中。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强悍的凶兽，军心大乱。龙族派他来看守头颅，就是利用了我们的畏惧心。武庚不一样，即使面对天，他也有办法。我知道，他一定可以出来。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无尽的黑暗深渊，那是世间最可怕的地方。他们将会失去灵魂，变成无尽的虚空，再无任何痕迹。
铁吞噬的东西，少说也有数万年，他居然还能熠熠生辉。我知道我在哪里见过这头凶兽了。这是饕餮。饕餮乃神兽，曾经跟随神族征战四方，恭贺显著。饕餮好食贪婪，这只酒器上的就是一只因贪婪而犯错，被神族封印的饕餮。这只酒器随后被神族赐予我大圣先祖。你害怕是正常的，却没必要。五更，记着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是商未来的王。王者，即便面对死亡，也要无惧无畏，因为你被万民信任着。你也要相信你自己。哪吒，我记得你带了火药，在身上吗？对啊，我转到衣兜里了。好样的，全扔出去！五哥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用无色界神力把它罩起来啊？我用无色界神力将火药迅速压缩成一个高温高压的核，一旦被瞬间释放，能量便会铺天盖地的爆发。看好了，一丈、一尺、一寸、一厘、一毫，无色界神力！怎么回事？几万年来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你刚才说他吞噬万物，只进不出，五更正是让他把吃进去的一切都吐出来。呕吐开始了，几万年的消化不良，我建议你们捂住鼻子。五更，我来了。你们怎么一点都没烧伤？早说过，只凭一只顽虫，还奈何不了本大爷。饕餮胃火真大，在里面憋死我了。里面真可怕，多亏狗哥厉害，他那个无色界神力好火热。狗哥，谢谢你又救了我。不用谢，这就是朋友的意义。嘿嘿。封印解除了，谢谢你将我族人送出，但我们仍要阻止你们拿走头颅。简直没完没了，让他们尝尝我的共工之后。没用的，只要戴着面具，他们的战斗就永无止境。五更，头颅要紧。海纳百川卷，收！哪吒！寒风斩！五更，你们先去找刑天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好，我在归墟大门等你们。御灵阵，夜雨。银焰，冰霜地狱，爆发吧！必须为五更争取更多的时间。
谁？声音是从这里出来的。是谁打扰了我的沉睡？他好像很疼的样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谁的剑？是你将我从沉睡中惊醒的？是我。奉劝你不要干蠢事，长眠才是我的归宿。等我拿到冰主神之刃碎片，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。送回长阳山，否则我会送你回去的，不过是回你的身体。无色界神力，无色界神力还能这样用？那我也可以试一试自己的修炼成果。狗哥，看我的炼气！哪吒的炼气术怎会成长得如此之快？风火轮！这小鬼很有炼气术的天赋，不过还差得远呢。护法回射！狗哥，等等我！凶变！风灵阵，刃匣。别让他们跑了！晴天，哎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惊喜。狗哥，他看不见。绝不让龙族靠近半步。狗哥，怎么办？上！哪吒，快躲开！别怕，我们能行。逆气入魂，河罗之轮，日轮。第一发就是威力最大的炮弹，本大爷这次运气极佳。哪吒，来了，狗哥，飞吧！呜呼！怎么？共同之怒！哪吒！我们成功了吗？晴天，本大爷把你的头给送回来了，你也该把冰主神之刃。狗哥，他不大对劲。比之前还要强，怎么回事？
双上头还不适应啊？石跑对不上吗？这是哪儿？干戚，我们在刑天的记忆里。不周山，他又是谁？虚无现世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彻底输了。小心！只有战死的刑天，绝无战败的刑天。刑天，你干什么？刑天，刑天，你没事吧？刑天，杀了我，趁我还清醒，砍下我的头！不，别让我以懦夫的方式死去！不好，是虚无。当然是虚无。风云突变，不祥之兆。阿狗，狗哥，快走！虚无在刑天头里，走！帮他找回头颅。他有了头颅，就会给我们碎片。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永恒之夜，难道你在骗我？怎么回事？完了！你们把恶魔释放出来了！先祖，我们违背了誓言。这是叛逆余孽，流配于兹，世代驻守，以待赦宥。暗影族受命于龙族，永驻于此，看守刑天头颅。如今誓言被破，这是来自神的天罚。不死，却永受痛苦。这是他们自找的。身为刑天族，却甘为龙族鹰犬，还世代看守族祖刑天的头颅，失信失义，活该承受这样的痛苦。走吧，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死与我族是奢望，与你们是艰难。狗哥，现在怎么办？阻止虚无刑天，战斗到底。迟了的话，整个大荒都会被污染。归去大门那边怎么回事？武庚他失败了吗？我们得快点赶过去。遁空术，哪吒，
这一战只能靠我们俩，你怕不怕？不怕。好样的，我们上！拱弓巨头！回旋飞轮！日轮！该死的虚无，给我滚回去！三重无色墙！公公！干气之舞，果然厉害。刑天的战斗技能叫干戚之舞，要打败他，爆发力得比他强。爆发力吗？哪吒，你还有火药吗？有。灵水，明白。机会只有一瞬间。趁现在，色界神力，俄罗之轮，巨变。这回该成了吧？有效果。刑天一旦受伤，虚无会收敛，乘胜追击。回旋飞轮！人间凶爪，共工之怒，连击！色界神力，色界神力，龙族神元，灵魂力量，是龙族的灵魂力量。什么玩意儿？虚无是有意识的，这些虚无跟神域遇见的不一样。我要神体，血肉之躯，那真是绝佳的祭体，比刑天还要好。他们想寄宿在我身上，但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宝贝！与其让虚无蔓延，生灵涂炭，不如……而且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还有，只有值得一试。你们想寄宿在我身上，那就来呀！你将是我重回三界的第一步。我又进入了刑天的记忆，刑天已被砍了头。天！她就是斩下刑天头颅的那个火焰女神。从此天下再无女霸。原来她是女霸。
狗哥，狗哥！狗哥，我没事。你见过一位我们五族同盟的领袖，公公？他助我炼化了这副拳套。看来他死了。曾经伟大的同盟领袖们，终究都没有回来，一个个在败北的苦楚中衰弱腐朽。公公可不服老，和我一起打败了神族，还揍了你好几顿。对了，是谁射了你一箭？熄灭太阳的混蛋！剑族和碎龙之甲的工艺很像，他又在第9个太阳坠落的山谷。剑不会是碎龙之甲缔造者射的吧？还是不要替我和他的约定为好？你还记得自己头颅的事吗？第2次众神之战的最后，我为阻止虚无现世，吞下了虚无之脑，和我的头颅一同封印。7万年来，不断有觊觎者谋划得到它，只是没想到，最后竟是个少年。本大爷叫5更，脑子好得很，才不想要什么虚无之脑。已经迟了。要不把你的头也砍下来，重新封印。等等，虽然它转移到了我的体内，但对我似乎没有什么影响。也是，真有意思。你是第一个吸收虚无之脑却没有被它异化的人。难道他随我沉睡太久，还没有恢复过来？虚无之脑是虚无的大脑吗？他和我在神域见到的虚无不同。可以这么说吧。虚无之脑有自己的意识，我也琢磨不透。神域封印的应该是虚无之心，它是虚无的动力之源，也是最贪婪吞噬生命能量的部分。虚无像我一样，有大脑，有心脏，它到底是什么？你需要自己去探索答案。公公将力量托付给了你，蚩尤族选择了你做大元帅，这可能就是你的命运。这是第2枚碎片。片感应？难道附近还有一枚？是归墟大门的方向，里面有枚碎片。虚无，等着瞧！很快我会收集到所有的碎片，重铸冰主神之刃，揭开你的面目，打败你。归墟大门分隔生命和死亡。撑住的是2个世界的重量。你很强悍，但相对他还是太渺小了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归墟大门都会为王者打开。王者的路，生者无法踏进。不论是不闻不问的预言，还是碎片的存在，我都必须进入归墟一探究竟。这是我的命运，也是我来到这的原因。还有我们，你和刑天，看来你成功了。哼，要不怎么当你的大元帅？也多亏了你们拦住暗影巨人，谢谢。哼，我也做了很多事啊。
刑天，暗影族违背了龙族的命令，在接受永无止境的火刑，生死往复。暗影族，我的部族为我已经付出了一切，包括他们视若生命的尊严。他日你若能重铸冰柱神之刃，还请拯救我族人。刑天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族人。这是启程吧，我送你们进入归墟。赶起！此生之地，阴阳勿逆。刑天，出发！小子，向前跑！不要回头！刑天，你为了让他们进入归墟，竟然用外力强行破坏此门。归墟大门要是坏了，世界的一切可都乱了。快速通过！难道你要这样一直支撑着崩塌的门梁吗？他们马上就进入归墟了，永恒之夜已失算了。不对，事情似乎越来越有趣了。刑天，永远撑着归墟大门吧。这个世界由我来扛。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。这些发光的是什么？好奇怪的大海，里面流淌的竟然不是水。确实不是水，可它们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归墟，一片流淌在虚空中的大海，
狗哥，海水不深，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啊？第3枚碎片可能就在这片大海中。这么大片海，怎么找啊？碎片的光芒越来越强，从这里向前，仔细搜查。好，我们散开找，不要离得太远。这地方十分古怪，而且我们并不了解，大家还是要保持警惕。好宏伟的城门，看外形应该是中土的建筑。中土有这么大的城市吗？名字是丰都。啊，江上，他到丰都做什么？江上，江上为什么没看见我？江上，青叶紫荆的树，难道是幻岛？虚无。他是谁？他在做什么？他手中的泥人竟然变成了活人！五更，快点离开记忆之海！你被困在了归墟的记忆之海中，快点醒来！这声音好熟悉，是不闻不问。你吸入了太多的记忆，他们会侵入你的思想。他在警告我，你的头脑很快就会因无法承受而崩溃。有什么事不对劲？不对，我应该在归墟，定是那古怪的海水。我必须阻断记忆的吸入。我要离开这儿。他来了，这个人类必须死。越来越热，碎片的指向会不会是陷阱？碎片之间的感应假不了。不过，对方的确可以利用归墟对付我们。刚才若不是五更用无色界神力帮我们隔绝记忆之海，恐怕我们也要变成过去融入其中了。接下来遇到奇怪的东西，要更加小心。哼，这次倒很明目张胆。看，沿江洪流，绵延足有1000里，看不到边。狗哥，怎么办？我们往回撤，先躲躲。不，就在这等他。谁啊？第3枚碎片。
正脸差得太多。老太婆，你是谁？我们没见过面吧？上来就动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邪恶的力量在苏醒，虚无。哼，虚无之脑是在我体内，不过他似乎还挺听我话的，没给大家添什么麻烦。这是什么鸟？居然有3只脚，眼神也不太寻常。我借3足金乌观察世间万年，从未有谁能真正抗拒虚无的诱惑，更何况是渴望力量的渺小人类。你终究会变成他的傀儡。渺小人类有个更好的提议。那是刑天守护的碎片，你把它怎么了？是他主动托付给我的。考虑一下，把你的碎片也交给我，我们一起解决虚无。哼，我要处刑的是虚无宿主，无关者都离开。我族非怯懦之辈，更不会丢下兄弟。武庚是蚩尤族认可的大元帅，如果他失控了，我们自会裁决，轮不到你。冰封。你的寒气本与我互克，好，可惜力量太弱了。水神共工，他竟会将力量传给你！他知道共工。老子最讨厌别人抓我的头，到我了！共工之怒！三重无色枪，好疼！哇，狗哥，我的炼气心眼看到好多热量，穿过了无色墙，往我们的身体里钻。怎么回事？无色界神力不是绝对防御吗？绝对防御，玄冥和我交手也不敢如此狂妄，还是？这就是你神力的顶点。无色界神力也知道，他怎么清楚的这么多？9万年来，我时刻忍受陨落金乌的焚烧之痛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愤怒。9万年，难道他是参加过众神之战的旧神？我不知他因何而生，只知这股无名怒火永无平息之时。他的力量感觉和实行类似，但更霸道。得快点想法子消消他的怒火。老太婆，你说的玄冥现在叫天，也是我的杀父仇人，但他已经死了。曾经被关押在海角牢狱的旧神们也都自由了。海角？谁放他们出来的？我，武庚。他似乎不太清楚海角的事，可能很早就被流放到这儿了。难道不该感谢我放了旧神们？
倒像我放了他的仇人。必中神剑，还有你这身铠甲的气息，你果然是大义的人。大义是谁？听上去你跟他有仇。当年若不是大义设了金乌，五族同盟怎会惨败？你与他有瓜葛，不妨领教一下气质陨落金乌的威力。啊！整个天空就像烧起来一样。高哥，怎么办？我们要被火烤了呀！闭嘴！是好多旧神都和你有瓜葛，你到底是哪位旧神？他的目标是我，我一个人来扛。还有什么招式？尽管冲我来吧！你为什么帮他？他还不能死在这里。谁？不闻不问。哪吒他们呢？汉魃的目标是你，你不在，他们不会有危险。汉魃，那个老太婆的名字。你要做什么？怎么把剑扔了？他会带我们找到那颗熄灭的太阳。熄灭的太阳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为什么要找熄灭的太阳？五更，找到熄灭的太阳，你才能应对汉魃的业火，然后拯救他。什么？还要拯救那老太婆？汉魃似乎认识你。她是我和天使圣王的母亲。母亲？我要救母亲，所以才救你。看来不是因为我帅。哎，那你父亲是谁？第二次众神之战，五族同盟失败后，母亲被擒，被逼吞下陨落的七只禁物。陨落禁物的业火，无时无刻不在灼烧着母亲的肉体和神元，令她永世承受烈火焚身的痛苦。龙族对母亲的惩罚是长久的。他居住的岱宇和元桥、方湖、瀛洲、蓬莱，同为漂浮的五座仙山，也有奇花遍地，飞鸟起舞，但转眼间成了他业火中的灰烬。接着，业火吞噬着他经过的每一片地方。母亲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女娲，变成了传说中可憎的汉魃。所以，他躲到了这里。不是躲避，而是为了不伤及他人。女娲，汉魃，她是个值得尊敬的女神。不叫老太婆了。我在刑天的记忆中见过她，很美。年轻战将竟连续斩杀我族数名大将，数万大军溃败，我们又一次被命运抛弃了。龙族不会留我族一个活口，石油族不能亡！
副族被敌人缠住了，没有蚩尤族的消息。龙族已经控制天空和地面，大海随时可能沦陷。公公，你伤得很重。我能够战斗。海妖族虽善水战，但也不要轻敌。这次你们的对手是火神祝融，他至今未有过败绩。那是他没碰上我。屠夫、暴君、混蛋！海妖族拒绝投降和奴役。刑天，我们还有扭转战局的可能吗？有，目标是不周山，他是盘古左臂所化，蕴藏盘古之力。只要夺下不周山，破坏他对龙族的加持，胜利就可重属我们。好，交给我。我们负责吸引龙族注意，掩护公公。没问题。祝融，你给老子从不周山顶滚下来！共工怒撞不周山，以致九州四野崩裂，天地巨变。原本漂浮在天上的天水也倾泻而下，形成大洪水。沿着变流的山川和三界众水，最终都会注入同一个地点。就是这里，归墟。我在归墟中看到的记忆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众水的记录，他们从各处而来，连接各地，因此通过水的引导，我们可以找到当年熄灭的太阳之所在。哦，所以你把剑投入水中，是为了跟随水的引导。此剑乃我命器，名曰玉影。它与我们所乘的这艘小舟，同为神兽龙马的骨骼所制。龙马？龙马游走三界，记录星宿的位置，知晓万物之所在。它死后化骨，这些星宿的痕迹也永远留在了上面。用它骨骼所制的器具，可以指引方向，并依据刻痕飘往任何地方。啊，听起来怪厉害的。这里怎么一片死气沉沉？到了，这里是死寂之海，归墟的最深处。然后怎么办？下去。水底通向哪儿？我也没有去过。施展永域之后的我，只是归墟中徘徊的一抹记忆。什么？记忆？不必为我而烦恼，五更，你要当心的是，拥有金剑的就是你。他喜欢猎杀。我去了。五更，你一定要回来。不好，意识开始模糊了。守夜火炮！
信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是你居然找到了这个山谷？这个声音，如果你侥幸能活下来，可以到第9个太阳陨落的山谷来找我。这里真是太阳陨落的山谷？那个熄灭的太阳在哪儿？我现在手头有点忙，我来帮你。这个扔球的猪头什么来历？他叫风息，10万年以前是受龙族敕封的私语之神，但他却堕落为妖兽，在人界卷起风雨，造成极大灾难。我曾与其鏖战数日，终于将其擒获，囚禁于此。想不到今日却给他逃了出来。这点雨水算什么攻击？看本大爷！我说过，风息是私语之神，所有雨水都能化为他的武器。能解释的再晚些吗？腥风血雨。共工之吼！司掌风雨有什么了不起？本大爷的拳套可是海妖始祖共工所化。无色强！共工之怒！你比海角牢狱是更强了。要知道，这头妖兽，即使是10万年前全盛时期的我，也要耗费不少神力才能拿下。你刚说要找熄灭的太阳，你找他做什么？我要用它来救人。你是说，女拔？你是谁？我的名字是大义。大义？天上天下，3界人间，凡用弓箭者，无不以我为尊。熄灭的太阳确实在这座山谷中。你跟我来。大义，听起来很像人类部族首领的名字。我们人类很喜欢在首领的名字里面加个大或者后字，以示尊重。哼，我是神，我出身在龙族，司掌狩猎。10万年前，3界经历冰柱神之乱，满目疮痍，怨气遍野，以致各地妖兽作乱，灾害四起。刚刚开化的人类濒临灭亡，我便游历3界，以一副铜弓速增，猎尽妖兽。更在9万年前遇到了我一生的挚爱。你讨到了老婆？她的名字叫做嫦娥。我们曾经很相爱。曾经？万年的和平之后，龙族与五族间再度爆发了战争。为了保护妻子不受战乱波及，也为了与她长相厮守，我接受了出战调令。条件是换取能使人类永葆青春的长生药。这场战争以龙族的胜利而告终，我的妻子也终于获得了长生。这么说来，你是龙族的功臣啊？怎么被关进海角牢狱了？我被囚禁于海角牢狱，是战争结束很久之后的事了。9万年前的大战结束后，我便与嫦娥隐居深山，不再过问3界俗事。
神界几次动荡，再也与我无关。直到那一天，一个名叫神眼的神族出现在我面前。他们逼迫我继续猎杀五族余孽。被我拒绝之后，他们竟挟持了我的妻子。嫦娥，她被神眼控制在了碧海青天的太阴禁地广寒宫。我怒而前去营救，只身与圣王激战。却不幸踏入神眼和新月魁布下的现神阵，神力急剧流失，最终被镇压在海角牢狱，直至被你救出。新月魁，连救神都能被他暗算，他的神力有那么强吗？他掌握了伏羲血脉中的禁忌咒术。伏羲，那不是外公？那是个很古老的名字。他曾是比我更远古的旧神。外公跟一个远古旧神同名，还是说他们中间存在什么联系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五更。好热呀，这里怎么这么热啊？九转苍灵剑，怎么在你身上？有什么来着？九转苍灵，我杀死的第一头妖兽亚羽，凶残乖戾，睚眦必报，且剧毒无比。我以其毒血炼制箭头，以之射杀敌人，不死不休。再以我射杀的另一头妖兽大风的尾羽炼制剑羽，大风有万里归巢的本能。此箭射出后，即使历经九转，也必重回我手，因此得名九转苍灵。世人见其神威而不知缘由，将之称为必中神剑。这才是完整的九转苍灵。以我的神力在剑上铭刻对手的名字，必然命中。有了这支剑，我们的胜算更多了一成。那就是熄灭的太阳。接近太阳的时候，千万要小心。那边，海纳百川，收！怎么？太阳即使熄灭，其高温也不是普通容器可以承受的。那是凿齿，同样在10万年前为祸3界的妖兽。凿齿生于沼泽，吸食人类。他被我击败后，就被龙族囚禁在落日谷中，看守熄灭的太阳。原来是只妖兽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每次都在我被打之后才解释。小心他的牙齿，那是3界最坚硬的物质之一。分金断石不在话下，那就避开牙齿。啊！这样。俄罗之轮，日轮。什么？这是吴刚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在剑上刻了我的名字。
你很警觉，可惜九转苍灵剑你是躲不了的。神也让你来杀我，你大可不必布下这么繁琐的局，我们决一死战便是。我要杀你，不只是神眼的逼迫，更因为虚无。身为人类，拥有无色界神力，这意味着你是虚无的完美机体。他说的不错，虚无之脑就是这样看上我的。为了三界众生，又为了我的妻子，牺牲一人而救苍生，想想还挺划算的。但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？她是我唯一的挚爱，为了她，我可以与任何人为敌。我必须杀你！无色界神力！该死，这支箭真的就必中了。以我的神力在剑上铭刻对手的名字，必然命中。必中。名字。名字。收起神力了，你这是找死！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，如果我完全收起神力，那么剑使就感应不到我的神元。因为我还有一个名字，阿狗，人间凶狗的狗。炉石粉爆弹，圣焰火炮，这种攻击伤不到我。我知道，熄灭太阳的高温，恐怕是你也无福消受。躲不开了，不得已。竟能抵挡熄灭太阳的炎火。天淡暮烟，落日苍茫。我本无意射出此箭，五更，我便用这一箭来中断你我仇怨吧。哼，你的必中神箭都射不中我，这一箭又如何能射杀我？哼，无需命中。我的九霄落日剑，攻击范围是整座落日谷。九霄落日。射入太阳的神剑吗？原谅我，五更。你是我踏入广寒宫的唯一途径。本座的空识界神力还无法看透熄灭的太阳。大长老不用担心，就算钢筋铁骨，在里面半个时辰也化成泥了。看来要尽快重获远古的力量。次日，本座要去探望新月魁大祭司，守卫结晶山的事就交给你了。请大长老放心。那是什么？此地是太阳熄灭后形成的黑暗领域，神眼的空识界神力也无法探及。我们不必再演了。你小子的炼气必真抗他，中了我的九霄落日剑还能安然无恙？是前辈手下留情，神剑周边裹挟着风暴，让神眼看不清招式的轨道和威力。幸好你看懂了我的暗示。你在剑上划的那几下，
果然是在指那老家伙的监视。你表面听从神眼，其实一直在寻找盟友吧？不过，嫦娥还被神眼关着，不杀我，你要怎么救她？他与我商定，比起相聚，更重要的是找到星火。星火，那是则古老的预言：大千界域复混沌，万古生灵皆涂炭，唯有星火是最后的光。我们一找就找了9万年。哎，兄弟，打住你的恩爱史，我现在还赶着取太阳呢。这个熄灭的太阳，名为玄羿，是燧人族羲和孕育的10个太阳之一。想要取得它，只能用炼化的法子。炼气术，女拔有救了。整个太阳的能量，倒是都会涌入你的身体，比共工颅骨的冲击要猛烈得多。我不确定，以人类的身躯，你等着，我去把它收了。炼气能量也变得灼热，身体好痛，连血液也在灼烧。你快被烧死了，我会给你力量。把灵魂交给我，我的灵魂。你要用灵魂将自己和手中的兵器连成一体，灵魂甚至能让你意识到每个微小的存在。这就是命气入魂，炼成物。随施术者的意念而生，意念没有界限，炼成物的规模也一样没有界限。意念，它就是你灵魂的情感和信念。我真正要练的不是什么兵器，而是灵魂的形态。要命了吗？炼气入魂。玄羿到手了。它是10个太阳中唯一具有日食之力的黑暗太阳。黑暗太阳，玄是黑色，羿也是黑色，难怪他叫这个名字。大羿，放过我的师弟吧。龙族总该为世间留下最后一轮太阳。他的日食之力能吐纳太阳，我这就去救女拔，借玄羿的日食之力吞掉女拔体内其他太阳。我会让你进广寒宫，一定。
当世界陷入冷夜，就是星火会带来初寒之光。此星火者，非人非神，非魔非妖，超脱生死，不受三界法则所限，又横贯于虚空宇宙。兄弟，保重！女拔奶奶，你既然对我们没兴趣，能不能把火先熄了？共工之吼！狗哥，我回来了！你倒挺有胆识，回来送死！哼！第一，蚩尤族大元帅不会抛弃兄弟；第二，我答应朋友的事，就会做到。婀娜之轮，月轮。好敏捷，连婀娜之轮也难以瞄准他。如果无法锁定目标，再厉害的攻击也是无效。伙食不错，不如给你瞧点新东西——毒石粉爆弹。大量的石粉在空中扩散，遇到烈火时就会……粉尘爆炸的威力不会伤你很重，但足以唬住你一瞬。哼！瞄准了，日食之轮！搞定！日食之轮威力大，消耗也大，看来以后要看情况用它。海水涌过来了，走！海里有动静，是母亲吗？他们要去哪里啊？回到太阳栖息的神木。女拔。五更，你若日后真的虚无化，我会第一个杀了你。我看到你愿意用性命去践行承诺。我女儿的力量还在某个虚空中漂浮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不闻不问是蚩尤族大将，也是我的兄弟。他的事我义不容辞，只是我该怎么做？去丰都，那里有人能找回不闻不问的力量，但他的法术高强，抹去了记忆之海中的很多痕迹。唯一的线索，他手中也有一枚冰主神之刃碎片。这艘小舟会带你们到达丰都。碎片，江上，找回不闻不问的关键，都和丰都有关。那到底是座什么样的城市？终于到了。这个字好复杂。丰都和周的国都镐京只隔一条风水，不仅是荆棘种地，更是盛产农作和桑叶的好地方。王室的各种大礼、游乐活动也会在这里举行。冰主神之刃碎片有感应，我们进城。狗哥，不对劲儿啊！城门守卫也不盘查，就让我们进城了，会不会有陷阱？既然别人打开城门欢迎，
我们不进去的话，岂不是太无礼？若无其事的前行，没有我的示意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哦。他们不像是活生生的人。大家的警觉没错，这座城市极不寻常。可怜的百姓啊！你们已经失去了神族的庇护，而大灾难就要来了。走，什么灾难？我们也过去看看。什么灾难？你倒是说啊！是。虚无，虚无是什么？一种恐怖的传染病，感染者眼球鲜红，接着骨头会破碎融化，全身流淌黑色的血。听商队讲，南边有个小国夜间亡了，就是因为这个病。感染了还有救吗？狗哥，虚无不是传染病吧？你们不必害怕，尊者们已经察觉到了这场灾难会拯救信奉他们的人类。尊者是谁？也是一方大神吗？尊者。那年我去打探狗哥的消息，半路上遇到麻烦，是幻岛的白玉尊者救了我。幻岛？尊者们避世修行了很长时间，具有不输于神族的力量，远超凡人的智慧和德行。在领悟了生命的真谛后，决定帮人类摆脱痛苦，享受平安喜乐。我们巫师则是尊者在人间的施行者，加入我们，一起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吧！说点实在的，信奉尊者有饭吃吗？有断货的药材吗？能有钱医病吗？有的。你们看，这个东西叫长生之卵，是尊者要和大家分享的圣物，能从根本上帮助你们脱胎换骨，百病不侵，连虚无也能治。除了碎片，还存在其他对抗虚无的东西吗？长生之卵会不会是碎片所化？或者是个谎言？哼，有意思了。巫师，你们能治病吗？我儿子快死了，救救他吧，求你了！只剩半口气吊着了，没救了吧？让我看，救救他吧！哦，可怜的孩子，让我赐你长生之卵，马上就会好起来。啊！孩子，你醒了，我的孩子！哇，神奇啊！是啊，好神奇啊！居然起死回生了！用它，是不是也能找回不闻不问？巫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！大家看到了吧？这么美妙的东西，我们不会独自享用，因为我们注重分享与关怀。信奉尊者的人会得到更美好的生活。来，你们每人也拿一粒吧。克辛兰，别和我争呀！不用急，现在便派发。太好了，怎么使用啊？只要将它汇入心田，意志不要与它对抗，让它带领你的心灵神驰物外，就可以顺利完成。从此就不会有迷惘恐惧，大家也可得永生。谢谢，尊者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呀！谢谢。喂，小鬼，我叫哪吒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狗哥，好奇怪啊！
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妖魔鬼怪，快离开！妖魔鬼怪，快离开！信奉尊者，什么都会有。店家，还有空的房间吗？信奉尊者，什么都会有。我们是来住店的。信奉尊者，什么都会有。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，寻求尊者的庇佑。尊者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。他也植入了长生之卵。最里面那间。找了一天的碎片，累死了。吴刚，碎片感应会不会也有失灵的时候？今天它的指向总在变。碎片的感应是相互的，我们在找他，他或许也察觉到了我们。还有一种可能，长生之卵和冰主神之刃有某种关联，他们会干扰碎片的感应。吴更，长生之卵脱胎换骨的事，你怎么看？大家都察觉到了吧？不仅这里的店家古怪，整座城市都古怪。一路上没有牲畜的叫声，也没有鸟类飞过。他们见到我们的样貌也不奇怪。水井落满了灰尘，难道他们不用喝水吗？白天都非常阴冷，起鸡皮了。长生之卵绝非良药，更像夺魂的蛊毒。那些巫师说，长生之卵来自尊者，我的心眼也看见它充满了幻道炼气。我和逆天而行大元帅曾因反抗神族之事见过一位白月尊者，尊者对三界的事好像不感兴趣，如今为什么会主动介入？看来得见见尊者了。如果他们有对抗虚无的碎片，那我要定了；否则，只是利用虚无引起恐慌，散播害人的东西。不过，我们对尊者的行踪一无所知，就从长生之卵着手查探，所有接触过长生之卵的人，所有出现过长生之卵的地方。遵命。遵命。最好让那些巫师发现我们在调查。明白。明白。不明白。哼，投石问路。王子殿下，过去2个月，我们在丰都城内大力推广长生之卵，目前已经有70%百姓受过长生之卵的滋养。干得不错。不过，这种宣传推广的方式吸引的百姓有限，近半个月植入长生之卵的人数有所下降，恐怕难以达到尊者要求的所有人。哼，难道我不想令尊者满意吗？但我们不能硬来，万一心机搞砸了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是，要像对畜生一样，耐心的饲养，等待收成的一天。可我们也不能怠慢，还有半个月的期限，惹怒尊者的话……放心，你们的宣传只是推广长生之卵的一方面，我也正利用王权扩大长生之卵的影响。只要有权威加持，政令通行，长生之卵的植入必定能够得到快速增长。殿下英明，殿下聪慧过人，名望极高，定是未来周王的不二人选。还有一件事，属下觉得有必要向殿下禀报。什么事？近日，城里来了一群样貌奇特、杀气腾腾的异族人，在祭天大典名单邀请之列吗？不在，而且他们在查探长生之卵。他们什么身份？有个小孩叫哪吒，为首的好像叫狗哥。狗？王子殿下认识此人？
他若来到丰都的话，我定要好好欢迎。奇怪，天这么黑，怎么佳佳还在劳作，而且都不点灯？阿欢，是你，吓死我了！石头人把你照顾得不错嘛。哪吒，哎，石头人，好久不见，还以为你不再来找我了。我无法经常找你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你对我真好，不但在我掉入大荒时救了我，还教我练气术。上次教给你的招式，有好好练习吗？有呀，跟酒神刑天、凶手饕餮交手，我只露了一点点实力，狗哥已10分惊诧，嘿嘿。在别人面前，你只可以展露1成实力，而且不能透露你的存在。你说过的，我都记得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也来丰都了？哪吒，你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。丰都是一座吃人的城市，进来这里的人，最后都会成为他们的食物。他们是谁？6个非常可怕的尊者。那吃人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出来了，我必须要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知道这些？快走！提醒你的同伴立刻离开丰都。哎，等等啊！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我得赶紧通知狗哥。不，我得先把手上的事情调查清楚，再通知狗哥。脑子一团乱。听说蚩尤族勇猛无比，你对他们的评价如何？言过其实，他们的大元帅阿狗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其他人可想而知。那他们是如何击败神族的？也许神族早已腐败不堪。这些人绝不是泛泛之辈，大家不能有轻视对手的想法。当然，他们一旦进了丰都，无论如何也难有作为。大半夜不睡觉，出来干什么？几个平民手里什么也没有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直接去问问吧。喂，你们！嘘，别吵。狗哥，静静的看，知道吗？看完了，我们走吧。哎呀，发什么呆呀？该回去了。有什么消息吗？我们仍未查到碎片和尊者在哪，但顺着长生之卵，发现丰都的局势很复杂。哪吒，你没事吧？我吃了人肉水果，好恶心。什么人肉水果？长生之卵能将人类变成植物，而且这些植物和我的左臂一样，都流动着幻道的炼气能量。城中很多百姓都植入了长生之卵，丰都岂不是成了一片农田？幻道尊者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很明显，他们在耕种人类，想取得食物。有见地啊，哪吒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过奖。难道幻道没有食物了？虚无。都说周王治国有道，怎么会迷信尊者？左眼神，王宫那边调查的如何？周国朝政恐怕已被机巧王子把持。机巧？
公统王子。畜生！义父，改改你的坏习惯。技巧，我终于看清了你。我活了这么久，第一次遇到这么可怕的人。你能用最诚恳的样子做最恶毒的事？别这样夸赞我呀！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你学习。我平生最错的一件事，就是信了你。天死后，我想继续留在周国，助你一臂之力，来日能够看你称王天下，而我也有个好儿子陪伴身边。义父，清醒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神族已经失势了，我找到了更有力的靠山。你留在周国对我没有什么帮助，还要我花时间讨好你，实在很不划算，对不对？杀了我吧！我怎么忍心呢？还有用得着你的地方。王子殿下，王子殿下，大王又发狂了。慌什么慌？我知道了，这个越来越臭，另一个越来越疯，真想干脆动。曾经不可一世、杀人取乐的大神，竟然沦为阶下囚，技巧不简单呐！哼，亏得爹爹教了他好多炼气术，实力不在我之下。上，自称替天行道的周王也疯了。碎片会不会在姬乔手中？他若是我们的对手，那我们可要小心了。最可怕的是他的心计。王子小心，大王他简直像头怪物。你在外守着。遵命。又要安排一批新的奴隶来服侍他。何方妖孽，竟敢到大殿上捣乱，受死！父，我是你最疼爱的儿子姬巧。姬巧，妖孽的名字在哪里听过？好熟悉啊！父，你只是生病了，忘了一些事情，但我会治好你的。把剑扔掉好了。妖孽懂得蛊惑人心之术，不可听他的话。为国为民，本王要叫你碎尸万段！哇，他的武器更深。妖孽不除，我大周天下危矣！没路可退了。父，看，是你遗失的东西，长生之卵的碎块。在哪里？哪里？是了，潜入不进，行者不对，还有其他的。父王，你英雄一世，却沦落成现在这个模样，实在太可怜了。睡一觉吧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在世人面前出丑，你永远都是智勇兼备的仁义之王。王子殿下，大王的病要找大夫诊治吗？过几日可就是祭天大典了。此病无法治，受过长生之卵滋养的人是不能背叛的。父王强行将卵刺破，伤及心神，疯傻痴呆已是最轻的后果了。记着，不能向任何人说。是。王子殿下，我是最会保守。死人才最会保守秘密。不难想象，公统王子的新靠山极有可能是幻道尊者。
十之八九他们有勾结。人类有手有脚有灵魂，明明可以依靠自己，为什么总去寻找靠山呢？就算政权变化，百姓的生活依然没有变，甚至更糟。城中还有什么异常？来了很多小国的首领，似乎和祭天大典有关。女王远道前来，想必疲惫，请到客栈休息。美酒佳肴已准备妥当。王子殿下果然细心，想得周到。祭天大典将在2日后举行，趁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可到处游玩观光。既能目睹丰都的繁华，又能和参加大典的各国首领交流，我们不虚此行了。是丰都因女王的到来多了几分风采。陶务师，麻烦你带他们去客栈。遵命。难怪我们连跑了7、8家店，才找到1间落脚的屋子。各国首领来了多少，知道吗？已有10位首领入住城中客栈，这2天，估计还会有些会陆续抵达。可曾听说周国为什么要举办祭天大典？他们有提到，神族不再管理人间后，周王提出人治的主张，以中土第1大国的名义，邀请所有小国前来商议新秩序和规范，以及共同对抗虚无。只怕祭天大典的真正目的是将长生之卵散播到周国以外。他们的野心挺大的呀。是幻岛变了，还是江上在说谎？幻岛之主更清楚战争的残酷，所以远离硝烟，炼成这片漂浮的乐土。吴庚，近日我在城中探查，发现了江上的行踪。你虽称他为朋友，但他不一定是你的朋友了。丰都一时聚集了这么多人，祭天大典想必十分热闹。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嘿，好啊，但我们没有请帖。我和公统王子可是老朋友了。你是想在大典上引出机巧依靠的幻岛尊者，查出第4枚碎片的下落？我不确定谁有碎片，但碎片知情者对祭天大典也一定很感兴趣。有点期待他们会如何对抗虚无呢？王子殿下，请进吧。听说阿狗正在丰都，你们是好朋友吧？生死之交。可惜呢，凡是经历脱胎换骨的人，都必须放弃从前的一切。像你我这样全新的人，如果仍眷恋过去，是十分危险的事。子牙多谢王子殿下提醒。我父王的下场就是借鉴，他已经疯了，尊者唯有依靠我办事。不久之后，不仅是丰都、周国的百姓，整个人类都会变成傀儡。傀儡令人难受，叫做信徒比较安心。有分别吗？只不过完成这件事并不容易，没有周王之名的相助，难让那些小国首领心甘情愿接受长生之卵。师尊此次请王子来，除了了解大典的筹备情况，还有周国兴亡的事要商议。姜子牙，你是白月尊者的徒弟，又了解中土人类，若作为幻岛使者，在我朝任职，定能辅佐我称霸天下。大典上，你同我一起，好好欢迎诸国首领，还有一些不速之客。子牙自当尽力。江少，你的想法到底是怎样的？啊，这种碎片闪烁的节奏又出现了。难道那位碎片拥有者也在感应我？
在风度中，我们外邦人的衣服和样貌都太明显了，而他却一直隐藏在这片黑暗中。只有敢于舍弃的人，才能成为统治者。我比你更有资格。狗哥，后面只剩2支队伍了，碎片一直没反应哎。看来碎片不在各国使者身上，还是尊者最有可能。我们怎么把他们引出来呢？尊者无非是想利用祭天大典，把长生之卵散播到周国以外。如果我们让各国都拒绝植入长生之卵，他们见到嘴的鸭子飞了，还不急得蹦出来？啊，还有一队，都是漂亮姐姐。小小年纪就知道看美女。大元帅，路途这么远，辛苦了。白菜听说我们要来会合，专门蒸了好几屉包子。快，我要吃包子。好久没吃到老婆做的包子了。哦，你们调查参加祭天大典的小国有什么发现？刚走过去的肃圣国，百姓靠打猎为生。原本他们不想和周国往来，但后来山林被虚无侵蚀，没地方打猎，这才来找周国要粮食。楼下的队伍是女子国的，他们那儿的百姓都是女人，靠一眼子母泉延续生命。听说喝了泉水的人就会怀孕。不过，随着虚无不断蔓延，子母泉随时会受到污染。这些小国或多或少都遭受了虚无的侵害，他们越是忌惮虚无，就越容易被蛊惑。单单把尊者引出来，尚可用武力解决，但该怎么让这些小国拒绝长生之卵呢？乱武狂刀，祭天大典举办地是什么情况？据我们调查，那是一座足以容纳万人的高台，名叫海云台。宽阔如海，高耸入云，无愧于海云台之名。此台是我们为了这次祭天大典，动用了大量人力，花3个月的时间建成的。哦，如此浩大工程，只花了3个月。我们心中有对尊者的信仰，是不需要休息的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吗？出发，目标海云台。我们去看热闹。怎么了？哇！有埋伏！王子殿下，让大家好生招待客人。劳烦诸位来此与会，赐座。这次祭天大典实有要事相商，
技巧虽不才，但此事关乎百姓福祉，便斗胆担此重任，主持祭天大典。哎，周王呢？为什么他不来主持？对呀，周王呢？父王不久前感染恶疾，已经离世了。啊？怎么会？那虚无的事要怎么办？是啊，我们的海域已被虚无侵蚀，近日去海里打捞的人，一个都没有回来。我们的猎物越来越少，那些染了虚无的动物打不死，还会攻击人。不能让虚无靠近子母泉，否则女子国要亡了。父王召开祭天大典，正是要团结中土各国，共克虚无，创造一个没有病痛侵扰、没有纷争的理想世界。可惜，他已先走一步。机巧虽不才，但愿以消灭虚无为己任，完成父王未尽的心愿。说得好！大周王子正气凛然，周王后继有人了。机巧王子，我看丰都没有虚无之灾，你是不是有消灭虚无的法子了？隆中这人已被虚无感染。对，那些动物就是那样，红色眼睛，身体变黑。那些巫师阵仗不然，实力也就那样。哼，眨眼就被我没收拾了。大家各自就位，等我信号。遵命。看这些雕像的纹样，不像是中土的，反而有点幻岛的特征。能出现在周国这么隆重的典礼上，看来幻岛尊者确实在幕后操纵。光头王子在做什么？诸位，这是长生之卵。每个植入它的人，不仅能免除虚无病痛，还能脱胎换骨，令你的身心提升至另一个层次。哦，当真？有没有什么害处？哈，我明白大家的疑虑。其实，我早已植入长生之卵，有害无害，大家做个见证。自从植入长生之卵后，我感觉身体轻盈了许多，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。我本来一条腿天生是跛的，现在能走路了。谢谢王子殿下！不可思议！机巧王子，我们愿意用夜明珠换取长生之卵，请分给我们吧。还有我们！为了父王的心愿，为了理想的世界，机巧愿意无偿提供长生之卵。光头王子在使用炼气术，并不是长生之卵的力量，普通人没有心眼，根本看不出来。让一下，大家让让。啊，狗！那帮巫师果然不及时，不过也算是帮我争取了点时间。现在各国使者都已对长生之卵深信不疑。阿狗，你就算想搅局，也无济于事。江上，在矿场的时候，你为了摆脱光头王子那帮人的奴役，陪我挖了好几年的矿洞，现在却在这帮他们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就让我弄个明白吧。哟，这不是光头王子吗？我们曾在北山矿场有过一段快乐时光啊。曾经的耻辱，总有一日，我要10倍奉还你。阿狗，你竟然带着哪吒擅闯祭天大典，不怕带坏他吗？
哎，我们是为了见到童年的朋友，如今风风光光的样子呀。那时候的事对不住了。哼，那么久的事，谁还放在心上？能再见到两位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不过，你们来这儿不只是为了叙旧吧？王子殿下宽宏大量，不愧为万民典范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此次前来是为了。王子，你有所不知，可可得了重病，看在我爹教你练气术的份上，救救他吧。看到了吗？虚无就在我眼睛里面。怪我！虽然还能用力量勉强控制着，但本大爷可再也不想担心什么时候突然发作，伤害身边的人了。既然长生之卵能克制虚无，那我得要一颗来救命啊！王子殿下，快给他一颗吧，别让他在这里把虚无传染开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居然主动要求植入长生之卵，子牙，给他一颗。这次植入，务必要确保顺利。阿狗，江上。啊，对了，我还给你带了白菜做的包子，尝尝。每次吃他的包子，我就想起当年我们在大树下再聚的约定，想起我们经历的很多事。因为矿场这几年让我认识到，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伙伴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一旦植入是不能回头的。我的样子像是开玩笑吗？子牙，子牙，快点！江上，他真的能令我脱胎换骨，不受虚无侵蚀吗？是的。好，既然你说安全，我就相信你。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，生意一定会很好。江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们要合伙赚好多好多钱。叔叔，太好了，江上平安回来了。这就叫肝胆相照。我一生最好的事，就是有你这个伙伴。各位请看长生之卵的真面目。姜子牙，想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它本身是一种在幻岛生长的植物种子，遵循幻岛的生命法则成长。植入它的人与傀儡无异。不是，姜子牙，阿狗，你果然又耍了心眼，将计就计，让江上从内部揭发真相。但这都是你的自作聪明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今日祭天大典，机巧王子召集诸国首领到此，就是要先为你们植入长生之卵，再让你们回国传播给你们的民众。王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啊，你把我们叫过来，原来是要加害我们。难道大周想用长生之卵控制诸国？嘿，可可，太好了！我们拆穿了长生之卵的阴谋，他不会再祸害其他地方了。子牙呀，太可惜了，你本可以成为我朝重臣。有些东西比权位甚至生命还珍贵。江上，
不用怕，威胁你的家伙，我统统会收拾掉。切，迟了。教授，你怎么了？阿狗，植入长生之卵的人是没有回头路的。啊！不！怎么办？不能硬来。我的身体长出根来了！避开呀！江上，振作呀！振作呀，江上！我还有很多事没做。没有本大爷的批准，你不准死！臭小子，你说话呀！不许睡觉！阿狗，放弃吧，我的身体已变成植物。阿狗，我很高兴你能来祭天荡，让我看到你狼狈的样子。我还为你准备了更大的惊喜。技巧，你个混账！他是谁？恭迎白月尊者。他就是幻道尊者，真正散播长生之卵的人。虽便没有反应，不过你惹怒了我。他额头上的是什么东西？发出的金光竟能克制龙色界神力。天地运度，有清有浊。你体内的虚无，便是迷惑人心的浊气之源。贪婪无道，妄图污染世间。小黑气，尊者是说他是虚无的化身。原来他是罪人。我也差点被他骗了。杀了他！蠢材，你们要相信狗哥！今日本尊者奉天地之法，让虚无之汉一行秘法。导游从天上掉下来了！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难道那是幻道？风都里所有的能量，都给我爆发出来吧！石油族大将，你们救人！遵命令。我去解决三只眼。连小孩都植入了长生之卵，救下各国使者已经很勉强了，这么多丰都百姓没法。你们看周围，丰都城在瓦解重组，巨大的生命能量体在形成。
尊者想干什么？又来一个！炼气币融入他的身体了。为什么我的炼气术对他发挥不出威力？你曾在幻岛修炼过炼气，以人类而言，你是不错的炼气天赋。只可惜，炼气术真正的广阔天地，你只窥见了一斑。他能吸收炼气，看来用炼气术很难跟尊者对抗。啊，那里聚集了极大的炼气能量，都是人类的生命。不过是渺小短暂的生命，回到自然本初的纯真，获得了有意义的永恒。不许你碰江上！是高手的压迫感。还有4个尊者，但碎片没感应到什么。不妙，尊者在用收集的生命能量炼成这个巨人吗？在东南西北中布阵，用幻岛的核心炼气引导，再结合整个丰都城的生命能量，炼造出一座兵器城市。没让本座失望。所有在这里的人都要成为兵器城市的能量，他们的意志会在这座新的城市得到净化和统一，从而凝聚成对抗虚无的强大力量。一起去救人！来不及了！风火轮！哪吒，行了！兵器城市的内部结构也在变化，像迷宫一样。在那里！我快追不动了！狗哥，快看！江少，江少还活着，还有救吗？他的人类能量在不断流失，所剩不多了。那怎么办？是尊者的长生之卵让江上变成了这副样子。我懂了，要找到他们，逼出解药。差不多。哪吒。通灵术。蚩尤族大将。大元帅，大元帅，大元帅，你们的情况怎么样？我似乎掉到了一个大树洞中，应该是炼气术铸造出来的幻境。看我用狂魂大刀斩断他！认真听大元帅讲话。这座兵器城市里到处流动着生命能量，等于蕴藏着取之不竭的炼气，而且这里的能量似乎并非只来自人类。我还无法确定，只是感到……大元帅，我们听你指挥。先找出尊者的位置。我的咒术和植物最接近，方便侦查兵器城市。好。
计其数的能量在流动。找到了4位尊者。等等，尊者身后是……这不是海云台4角的雕像吗？雕像，看来他们还有别的用途。好像在形成某种屏障。那里的能量流动最快。是这座兵器城市的中枢吗？他是曾在海云台露面的那位尊者。退出侦查，快！随风起舞。没事，不用担心，我休息一会就好。辛苦了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以后你少逞强，会加快它发作的。尊者守卫的这5个地方，分别位于兵器城市的中枢和4个关节，汇聚着大量能量。哦，所以他们是关键。破坏了他们，说不定就能瓦解兵器城市，救出江上，还有被困着的人。要打尊者，那3只眼留给我。别急，他眼睛射出的金光很古怪，实力似乎也是最强，而且那个屏障并不容易突破。不如先去会会几位守卫雕像的尊者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从守卫尊者那儿，说不定还能获得一些中枢的情报。哪吒，哪吒，江上！你也是尊者吗？正是。不怒尊者，雷震尊。本大爷警告你，终止这个兵器城市，否则我赏你100拳。今日，我们必须带走兵器城市，拯救我们正在枯萎的家园。巧了，我也正好要拯救世界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哼，合作？你出卖灵魂，甘愿为虚无的奴隶，只能是敌人。他竟挡下了攻击。你左臂是用炼器合成的，而我的全身都是纯粹的炼器。你的炼器术根本无法破坏我的身体，想伤到我，要像这样，至少得加强10倍威力。他不像之前的尊者能吃掉炼器，但我的拳套碰到他的雷电，威力也会大减，还有点使不上劲。就以这招解决你！好快！被击中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看似乱飞一通，实际一步步把我逼到边缘位置，让我无路可逃。反过来，他最后的攻击位置是可以预测的。本大爷天赋异禀，一身奇门异术，总有一项为你量身定做。这股力量是神力，无色界神力，无色强影。力量不断压过来。狗头之怒，满意吗？他的神力竟如此高强，若再承受一次，我的身体可能会被瓦解。不过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。他利用这里的能量，瞬间炼成一套铠甲。
是啊，那些使者也被植入了长生之卵。小哪吒，是机巧，小机巧，嘿！我的回旋飞轮坚硬无比，怎么可能被他斩断？他的炼气术比祭天大典那时增强很多。狗哥马上就到，他可是蚩尤族最强战士，等会就把你收拾了，还不快滚！我们正要抓他，小孩无知顽劣，我们应该教导他，帮他回归正途。抓住他！哪吒，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我会让你死得痛快。毕竟落入了兵器城市，就算是最强战士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移形秘法，哪吒，灵魂寄语。小心，他们打不死。之前中了我的回旋飞轮，还不觉得痛？打碎他们的长生之卵，他们就不能复活了。原来如此啊！空间总在变化，搞得我头晕。这次被我们碰到，算是运气好。幸亏遇到空间变化，本大爷才有时间调整战术。不过，那时碎片也在闪烁，是巧合还是两者？愚昧之徒，你不过掌握了8大界神力的一点皮毛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这座城市中蕴含的真正强大的力量，恰恰是来自一位无上至尊的神。雷震子，我会像打苍蝇一样击落你的霸体。实在是太慢了。不伟大的设计，配合燃烧的灵魂力量而成的武器，竟然直接被他接住了。让你瞧瞧真正的速度！连我的神力护盾都能击碎，怎么不见了？他不是消失，是我的眼睛已经跟不上他的速度了。这就是尊者霸体形态下的实力。简单，我的速度在3界，无人能及。这边有出路。哪吒跟紧了。啊！等等我！哪吒！又有感应了。我感受到了父亲的气息。可是父亲早已死了，难道是他守护的那枚种子？叛徒偷走了那枚种子后，就一直躲着我们。我们搜捕了他这么多年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为什么今日他会主动暴露？我更担心的是，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他潜入这里，一定是想破坏我们的计划。我去处置他。念在兄妹之情上，希望你能手下留情。她不是我们的妹妹，是幻岛的叛徒。我们是创世诸神的后人，自降生就肩负守护幻岛的使命，为此不惜一切代价。哪吒，过来，过来。
我能带你逃出这里。哇，哪吒，真奇怪，我怎么睡着了？哪吒，哎，石头人，是你？为什么你能在这种地方自由出入？尊者所施展的秘法，我也懂。趁他们还未找到我们赶紧离开。不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先找到狗哥。这里太危险了。那我更不能走。狗哥就像我的亲人一样。亲人？你明白我留下的原因了吧？哪吒，你要知道，你将面对的尊者，甚至比你们交战过的圣王还强大，而且他们根本不知感情是何物，即使对小孩子也不会心慈手软。啊，尊者看上去像人类，他们怎么会没有感情呢？幻岛的生命有一套自己的法则，那里的土壤滋养着一棵古老的世界树。而6位尊者，就是从世界树的果实中诞生的。世界树是什么？它是一棵生存了1000万年的大树，累积了无穷的智慧，是幻岛世界的精神支柱。在它的带领下，平静无争的幻岛世界维持了无数世代。我好像刚才梦到过，孕育尊者的大树这么厉害，难怪尊者很强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生命由炼气构成，而炼气本身亦是幻岛一切生命的基本元素。因此，他们能够与整个幻岛的飞鸟走兽、花草树木相互连接。尊者与自然和谐共存，而他们需要的一切都能从中取得。这么说，这里的任何炼气都能化为尊者的力量。不知道狗哥知不知道这件事？不好，非常危险，我得赶快通知他。别乱跑，我可以带你去找他。这样，是其中的一个雕像没错。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？你的对错只是个人情愿。自然运行拥有真理，你若要违背，必被规律所惩罚。接近中，好诡异！他的体格并不庞大，但地面的塌陷，可见他中的恐怖。随风起舞的石化病已经很严重了，得尽快解决兵器成事的事，劝他回大荒。前面是尊者守卫的雕像吗？蚩尤族大将，你短暂的生命会由我赋予它永恒的意义。枯叶尊者孔宣，当我者死！轮到我了。
蚩尤族大将，听好了，我叫孔宣，幻岛最受仰慕的枯叶尊者。你不是我的目标。这才是你想得美！真言之壁！能和我玩几下，再败在我的手上，你也不算丢脸。给我烧成灰烬消失吧！所谓大将也不过如此。所谓大将也不过如此。名叫死亡眼神的男人，你想要借助那暗影族的咒术来拿到自己的目标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失去容貌之后，你会变成被人厌弃的怪物。就算是那个你想帮助的人，也会厌弃你。无所谓。无所惧。为什么你没死？我曾在大荒的战火中煎熬，这不算什么。而你的故乡太过无忧无虑，让你的攻击虽然强劲，但却没有感情，没有愤怒，没有仇恨。你错了。我的故乡原本因为父亲的存在，无忧无争。父亲连接着世界万物，生死相依，枯荣与共。他即是万物之中，亦是万物之始。可自从父亲死亡后，虚无的风飘到哪里，哪里的河水就会变黑，生命就会枯萎。我们必须拯救关岛，我们只需专心一意，完成使命，分封霸体。这座兵器城市，不，它已经炼铸成型，是即将飞向幻岛的大罗天巨人，会和那里的虚无战斗。我不会让你伤他分毫。哼，巨人，我们很快就会把他瓦解。他凭借霸体，仅一击就令我心神涣散，血气逆行。就人类来说，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战士，但现在我以霸体作战，各方面的能力都会大幅上升。刚才是你运气好，还未见识到俄罗之轮的厉害。逃跑！就这点威力？这个时候，提起精神来！俄罗之轮，这种武器对我没用。无色界神力，暗墙。俄罗之轮，日轮。哼，打烂你的霸体了。你飞行速度太快，如果在开阔的空间作战，对我十分不利。所以，我先引你到狭窄的通道，
再以无色界神力锁住你。哼哼，结束了。他就是我们要攻破的5个关键之一。不是吧？看来会迟点赶到中枢集合。你发现了什么？白月尊者，很蹊跷，一个小孩竟能从众多傀儡中脱身，还隐藏得悄无声息。这个小孩也修炼幻岛炼气术。他的父亲李靖曾经监管北山矿场，也是我的炼气术启蒙老师。不，这个孩子的炼气术与你不同，他的炼气很特殊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与生俱来。对了，李靖曾经到过幻岛，好像遇到什么人，但具体的经历他一直讳莫如深。这个孩子身上隐藏着重要的秘密，我会亲自查清楚。大罗天巨人已筑成，我等即刻返回幻岛，无关之人速速离开。降魔护法，诸神退避。就凭这，受死吧！哼，降魔杵以创世神力打造，轻若鸿毛却重如泰山，扛着整座大山的重量，感觉如何？好强，还是低估了他的实力。哼，你自讨苦吃！你面前的可是幻岛最能打的拳道尊者，为父。一只会说话的小鸟。我不是小鸟，是精卫。总之有我们在，别想碰到天穹四象阵。哼！天穹四象，难道就是这4个雕像？女娲创世大神力挽狂澜，拯救苍生，你们却利用人类的生命来达到自己的利益，何其可悲！你说什么？你只知人道，却不懂大道。天地如果都被虚无吞噬，苍生何以为继？9万年前，不周山的倒塌让大地陷入灾难。创世神女娲为救苍生，炼铸神鳌4族，立于四方，不仅重新托起了天穹，还引导了天地间能量的运转。在各种能量相互作用下，万物又开始衍生。如今，我们参照创世神女娲的天穹四象阵，设立4个雕像，支撑巩护中枢，运转能量，操控大罗天巨人。我只知道，大元帅也要拯救世界，不会以人类生命为代价。而我的身份是战士，职责就是打破这座雕像。你执意留下作战，十分有胆识，但这将是错误的决定。受死吧！银焰除了锋利之外，最致命的就是它的寒冷。
怎么回事？你所打中的只是投射我残影的冰镜而已。走后方！右前！精卫的眼睛似乎很敏锐，不仅能捕捉我的速度，还能从不同方位分辨真假。必须速战速决。不好，他的目标是雕像。降魔御世。精卫，没有他的帮助，你还能看清我的出招吗？你根本不知道你伤害的是什么。精卫一族本是传播植物种子，给幻岛带来生机的族群，但自虚无危机以来，他们的数量急剧下降。为了对抗虚无，他们又飞越茫茫大海，衔回鳌族掉落的碎石，帮我们凑够炼铸雕像的材料，直至最后一人。你们的事与我无关，而我只需要一个答案。我们之间必须有一个导向。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，但我向精卫保证过，会让幻道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天意秘法，降魔霸体。平之咆哮，无量法界。这名降魔处散发的威压，是金刚之躯也能粉碎。你若还不避开，你的骨感、血肉、筋骨会接连被消除。他威猛十足，要快点看清他运转部件之间的破绽。眼睛看不见了，你也看不见东西，将如何战斗？他身体竟散发出更深的寒冷，是怎么回事？寒气在身体里流动，内脏如针刺般痛。就是这股力量，令我久病难愈，迟早还会夺去我的生命，但是也能令我登上巅峰。我就是追随大元帅的战士，为了实现他承诺的新世界，我愿意燃烧自己的生命，哪怕无法亲眼看到黎明的到来。银焰，升华吧！火击！我在这里是为胜利而战。看来会迟点赶到中枢集合。给我一枪！暗墙！啊！为什么这次他丝毫不受神力的影响？是霸体变强了？看来你的炼气术已突破自我局限，达到超我的境界，能够主动用意念控制炼气，引导它成为稳定的武器。
看仍是低级的炼气术，更何况是救神之力。而我的霸体是更高的炼气术，无我之境。我能感知自然之道，万物之法相通相融，自如运用大罗天巨人所蕴藏的创世神之力。虚无宿主，是时候接受你的命运了。风雷黄金枪。背后冷飕飕的。你怎么了？看上去很紧张。尊者之手正在找我们。三只眼。他在找我们。哎，那中枢不就没人守了？你难道想做诱饵？狗哥他们打破雕像后就会去中枢，我要帮他们调离守卫那的尊者。帮助他人而不怕危险。别发愣啊！你不是能自由出入这里吗？我们和三只眼捉迷藏。不只是全套，连俄罗之轮少了炼气也难以使用。附近的炼气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怎么办？江上的能量也快流失尽了。江上，来不及是江上的吧？我来帮你了，来不及了。终于轮到我登场了！我终于出来了。不过是虚无吞噬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。为何拒绝我赋予的力量？他们信任我，我更应该相信自己。虚无，滚回去！他的虚无在退缩，就是现在！快撤掉无色界神力，避开他的攻击！闭嘴！闭嘴！怎么回事？黑色的太阳，继续上升的力量。你的雷电帮助我重新点燃了熄灭的太阳。不管你是神是魔，从我面前滚开！巨邪之轮！不可能！风雷黄金！原来你施展无色界神力，不是为了阻挡伤害。你说我作茧自缚，恰恰提醒了我。他不但能使用多种力量，头脑也十分灵活，还压制住了体内的虚无。不过，大罗天巨人不是能对抗虚无吗？可为什么
你输了，还要再打吗？哼，小子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原来是你，狗公之怒！雷震子败了。移形秘法。搞定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恢复？狗哥，哪吒，你是？狗哥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他的心脏还在跳动，神智虽然微弱，却未被同化。如有足够的炼气化作生命能量注入体内，尚有一丝恢复的可能。你能救活他？能，但需要你的帮助，将炼气打散，注入他体内。打散炼气。江上，听得到吗？给老子醒来，江上！狗哥体内的炼气快被抽空了。江上！狗哥，狗哥，你成功了！江上，江上，怎么没声呢？是不是还没回过气？我只是歇会儿，陪你按了就真没气了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我只是辅助，向你输送庞大生命能量的是你那位朋友。不好，幻岛的气息已经与大罗天巨人相连接，幻岛存亡迫在眉睫了。必须尽快摧毁剩下的雕像。破损的雕像会不断复原的，必须摧毁中枢，才能破坏天穹四象阵，继而阻止大罗天巨人。师尊他们炼制这座大罗天巨人，正是为了拯救幻岛。听前辈语气，这大罗天巨人反而会给幻岛带来灭顶之灾。走，我会解释因果。9万年前，支撑天地的不周山在战争中倒塌，以致天水倒灌，地面众生几乎被洪水覆没。此时，另一名创世神女娲授予人皇大禹神土熙壤，熙壤遇水而生，将大洪水导入东海，最终化作幻岛。创世神女娲，我听母亲说过，人类是女娲用五色土捏出来的。那你可知，女娲造人所用的五色土，就是熙壤。女娲用五色土创造人类，吹入气息，赋予生命，这是炼气术的根源。那虚无又是什么？为什么它能感染幻岛？为什么神族和幻岛尊者们都对它如此忌惮？他们忌惮虚无，因为虚无是与他们截然相反的力量，无论炼气还是神力，都是秩序的力量。而虚无不同，虚无的本质是混沌，虚无就是混沌之力。盘古从混沌中开辟天地三界，而混沌始终想要吞噬三界。我作为幻岛之主的使者，奉其神谕而寻求解救幻岛之法。吴庚、江上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我们该怎么办？首先要做的，就是阻止大罗天巨人降临幻岛。
现在白月尊者被调虎离山，正是突袭中枢脊柱的最佳机会。就是这里。幸好你所破坏的雕像尚未完全恢复。移形秘法。进来了。那是血毛，师尊。何方妖孽，竟敢擅闯禁地！三只眼，为什么天的血毛会在这里？哼，血毛是创世神盟约的象征。幻岛尊者杨戬，你应该庆幸，本座盘古族末裔的身份，令这份盟约依然有效。不过，所谓盟约，是本座利用你们罢了。本座以封神阵凝聚无上神力，将天击败，而他的尸体却始终没有找到。恐怕他已游离于三界之外。如能以血毛感应到天的存在，那自是最好。那看来只能击败你喽。黑镇子说过，你有一发威力极大的弹丸，怎么打不出来了？只怕你还不够资格。是吗？天元霸体！哼，渺小的蚩尤族大元帅，无力阻止我。幻岛的叛徒，你们与蚩尤族的元帅一样，都是幻岛的敌人，都应一并拔除。而卑微的人类，本就是息壤所化，不如借此全部化作炼器，回归幻岛。不能再藏着底牌了，必须在这里击败他。白银之洞，俄罗之轮，日食之。把碎片还给我！蚩尤族先祖曾经的三界第一强者，他的兵器与众神之主的血毛有着奇异的共鸣，你知道吗？难道他们是10万年前蚩尤族的前辈？通天实地，号令三界，冰珠至尊，99归一。冰珠神麾下魔将，火里青，火里海，火里红，火里兽，为我所用，待命杀敌。魔将们，我是蚩尤族大元帅。杀！我来帮你
无知的幻岛尊者，丰都贱民是大罗天巨人的祭品，幻岛何尝不是一件更大的祭品？诸神之血色黄昏的祭品，沉睡了10万年的远古龙族啊！